万万没想到，那个用卑鄙手段娶了她的丈夫，会在她被绑架时为救她死在了爆炸中。濒死之时，男人在血泊中倒下。如果我没有下辈子，我不希望再遇到你。江明月抱着浑身是血的陈星，哭得肝肠寸断。眼前她恨了半辈子的男人，却在危险来临时愿意为他赴死。此刻她的怨念全部放下了。原来她对男人早已爱到了骨子里，只是她从来不愿承认。她捡起滚落的炸药引线。陈星，我来陪你了，也要向你赎罪。再次睁眼，女人回到了上一世被下药的那天。上一世陈星和江明月发生关系，然后被江云云带人撞见。明明差一点她就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江明月以为是陈星设计侮辱了她，所以她恨了陈星半辈子。整整10年的婚姻里，互相折磨彼此。江明月曾经无数次的想回到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可现在她真的回来了，却并不是很高兴，因为她之前知道了真相，是她妹妹江云云下的药。这时有人推开了门，一个声音猥琐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嘿嘿嘿，小美人，我来了。江明月心里一惊，不是陈星，难道这是江云云原本给我安排的人吗？上一世这个时候我早就意识不清，只知道最后我和陈星滚到了一起。没想到我王顺今天走了桃花运，竟然也能尝尝这千金小姐的滋味。江明月忍着恶心，摸索着茶几上的东西，一股脑向男人砸去。滚开！王顺避开了他扔来的东西，双眼中都是邪恶和贪婪。啧，小美人还是从了我吧，没有人会来救你的。他肥胖的手正欲向他胸前抓去，江明月拿起桌上最后的茶杯，砸开了他的手，茶杯落地应声而裂。王顺嘿嘿嘿的笑着，嘿嘿嘿嘿，这一下你没得扔了吧？难道我刚回来就要……砰的一声，门被踹开，陈星气势凌人的一脚踹在王顺腰上，王顺惨叫一声，连连求饶：放过我吧，我什么都没干，都是别人指使我来的。陈星不想听，一脚踩在他的手上，用力碾了碾，直到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王顺惨叫了一声：啊，我快晕死了！我一下都没碰到那女人，早知道就不该接这种活儿，现在白白搭上自己一只手，腰间的肋骨好像也断了几根。看到陈星的瞬间，江明月彻底失去意识，浑身燥热难耐，用力撕扯自己的衣服。帽子叔叔，就是他。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一定对他依法严办。我真没想到还能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上辈子我救了江明月，面对心爱的姑娘，我却控制不住要了她。事后我有些自责懊悔，现在想想，上辈子我应该也中了药，神志不清。陈星抱着江明月上车，按住女孩作乱的双手，把她禁锢在怀里。江明月脸色绯红，那双眸子柔情似水，此刻甚是勾人。陈星不敢再看下去，脸上也闪过一抹痛色。江明月，这辈子我放过你了，一切的错误都从这里而起，那就从这里开始修正。酒店豪华套房内，陈星将怀里的人扔到床上，又打电话叫了个医生过来看着。江明月撕扯着身上的衣服，陈星，他的嘴里一直喊着名字。陈星神色一怔，他在叫我？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叫我名字呢？陈星几步迈到床边，低下头凑近听。江明月感觉自己发烧了，浑身滚烫着，胡乱的撕扯着。突然间，他滚烫的手好像触摸到一个冰块，无力的手紧紧抓着这唯一的凉意，但是冰块好像想要逃走。江明月慌里慌张的抱住冰块，整个人缠了上去。别跑！陈星看着像蛇一样缠上来的江明月，垂眸遮住眼底复杂的情绪，没有任何犹豫，面无表情的将人推开，又重新扔回到床上。江明月像一只雪白的蚕宝宝，在床上蠕动着。好热，帮帮我！上一世就是看到这样的景象，加上特殊香的迷惑，我哪里控制得住自己？可现在我得冷静。陈星一脸冷漠地移开视线，后退2步，想起上辈子女人的决绝无情，男人心口堵得厉害，像堵了铁块，压得喘不过气来。别管他了，江明月对我只有恨，我还是救了他就走吧。可是他这个样子，江明月的那双眼多情又无情，上辈子就是这双眼，仅仅一眼就勾走了我的魂，从此日思夜想，朝思暮想。陈星啊陈星，这辈子你可别再被这双眼迷得失了神，丢了魂，抛了心。叮，突兀的门铃声响起。陈少，我是您请来的医生。进来吧，快点给他看看。女医生是陈家的专职医生，清大医学院博士，很快就解决了江明月的问题。房门被关上，江明月终于平静下来，乖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的睫毛轻轻颤动，乖巧又灵动。陈星垂下眸子，双眼内卷着不知名的情绪，不知道在想什么。良久，陈星走到沙发边坐下，天光微破，江明月睁开眼，有几分茫然，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还是那一套，身体没有任何痕迹，也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这里好像是酒店，他明明记得失去意识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陈星啊，这一世怎么好像和上一世不一样了？是哪里出了问题？醒了。江明月下意识把被子往上拉，眼里全
全是戒备。陈星在看到他戒备的眼神后，心里像有根小刺在这儿，细细密密又断断续续的疼，早该习惯了。看到是陈星的江明月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下来，神情有些许无措。我们什么都没发生。怎么和上一世不一样？眉眼冷峻的陈星好像也和从前不一样了。你放心吧，我没有动你，昨天叫了医生来，你现在也算是稳定了。那么江明月，以后不纠缠，不相见。电光火石之间，江明月耳边回想起你死之前说的话，他的眼底露出一丝惊喜，踉跄着下床。陈星，你也回来了，对不对？陈星瞳孔猛然放大，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也是。江明月扑到陈星怀里，紧紧搂着陈星的腰。傻子，陈星，你这个傻子，为什么要陪我一起赴死？上一世我亏欠你太多了，幸好我们都回来了，我们都有了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这辈子我会好好爱你的，只要是你想要的，我全部都给你。陈星低头看着怀里的人，心情无比复杂。上一世的江明月恨陈星用尽手段娶了她，他不吵不闹也不说话，视陈星如空气。10年婚姻，10年漠视，10年冷暴力，现在想起来，心口还是很痛。那种被漠视的痛苦，像把人按入冰冷的海底，痛得窒息。陈星不是没有怪过江明月，可是陈星又舍不得。一切都是我自己咎由自取，谁叫我为了娶她不择手段？但是这一次，我不想再经历了。陈星推开怀里的人，声音里是极力掩盖的颤意和疲惫。江明月，这一世我放过你，你也放过我吧，你去爱你想爱的人吧，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吧。辈子都讨厌的男人，却在爆炸来临时拼死救他，重活一世。男人却和之前不一样了。此时陈星神色坚定，推开了怀里的人，声音里是极力掩盖的疲惫。江明月，这辈子我放过你，你也放过我吧，你去爱你想爱的人吧，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江明月浑身一颤，他抬头看陈星，那双含情的眼中闪着隐隐水光。陈星，我知道错了，这辈子我们好好在一起吧，你别不要我。陈星垂下眼睑，遮住眼底的落寞痛苦，一点点将自己的手从女人手里抽出来。江明月，你知不知道爱上你有多痛苦？无休无止的难过漫上心头，难过到不抱期望。我也不相信你说的会爱我，更不相信我们在一起会幸福。江明月无措地看着空荡荡的手心，嗓音里有盖不住的悲伤后悔。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女人泪光里都是懊悔，眼神带着祈求，可陈星摇了摇头。江明月，上辈子太痛了，你放过我吧。说罢，陈星不去看女人哀伤可怜的眼睛，狠了狠心，头也不回地走了。江明月滑倒在地，双手抱着膝盖，将自己蜷缩起来，掩面无声哭泣。那个爱了自己10几年的人真的不要我了，从今以后我只剩自己了。江明月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空落落的。陈星和我的误会都是从那一场算计开始的，而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我的好妹妹江云云。江明月站起来，把情绪掩藏住。我要回家，我还有账要和江云云算。到家后的客厅里，江云云和她的龙凤胎哥哥江风寻在打游戏，继兄江舒婷在玩手机，偶尔和他们聊天说话，其乐融融。妈妈白宇正在厨房里和保姆一起做饭。王妈，今天他们老爸阿峰回来，做个白玉豆腐汤吧，再做个蟹酿肠，云云爱吃，再煲个人参鸡汤给风寻和舒婷补补。江明月默默地听着，虽然早就习惯妈妈不会想着她，但这一刻还是有点难受。继父和继兄的喜好记得，小女儿和小儿子爱吃的菜他都记得，唯独不记得我爱吃什么。哎，算了。对了，一会儿舒琴和楚年要来家里做客，再多做几个拿手好菜招待客人。听到楚年的名字，江明月一震。那是我曾经差一点就得到的幸福，是我少女时代只敢偷偷观望的存在，是我许多年都不敢去面对的人。上辈子楚年亲眼目睹了我跟陈星滚到一起的场景，当时他眼底的失望难过深深刺痛了我的心。原本楚家有意和江家联姻，且楚年的妈妈看中的是我江明月，可是我身上发生了那样的变故，不仅被楚年看到了，周阿姨也看到了我浪荡不堪的样子。周阿姨当时的眼底嫌弃毫不掩饰，再也没提过我和楚年的事情，不动声色地把联姻对象换成了江云云。后来楚年娶了江云云，对她呵护有加，两个人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每年过节之时，我看到他们两个甜蜜到旁若无人的互动，心中的羡慕就会放大10倍。江明月恢复平静，麦小走进客厅，她出现在客厅的那一刻，仿佛没有人看到她一般。以往这个时候她回来，第一时间会去厨房里帮忙，围着白宇转，妄图通过勤奋去讨好妈妈。那时的她不懂，天生就不被爱的人，再努力都没有用。这一次她没看客厅里的几个人，直接上楼回了房间，砰的把门关上。一群狼心狗肺的家伙，我不会再讨好你们了。江明月想了想，给自己老师打了个电话，把自己的户籍迁到了学校里，不想再和这个家有任何关系。开饭的时候，江明月从楼上走下来，她一出现，现场像被按了暂停键。白宇嘟愣了一下，然后浅浅挤出一个不太热情的笑。明月，什么时候回来的？妈妈都没看到。刚刚你可能在厨房里做饭没注意吧？江明月神色淡淡，没有讨好的围上去给其他人盛饭。这辈子没有发生那件事。周淑琴倒是挺热情，依旧把她当做儿媳妇人选。明月在家呀，快坐下吃饭吧。上了1年大学，
怎么看着又瘦了？看着周淑琴热情开朗的模样，江明月脑子里想的是上辈子他鄙夷嫌弃的目光。江明月客气的打过招呼，便找了个离众人都比较远的位置，默默吃着饭。周淑琴打趣道：明月，怎么坐那么远啊？这么久没见楚年，怎么都不说话了？生分了？江明月微微抬眸，清澈的目光流转间，恰好与楚年投来的视线交汇在一起。楚年就像一股清风，知礼懂进退，做事周全，从不逾矩，不管谁和他在一起都会感觉很舒适。江云云却有些不高兴，她讨厌楚年哥哥把注意力放到江明月身上。看到江明月完好无损的样子，她心里有一丝疑惑，昨晚明明安排了人，怎么会失手呢？江云云状似无意地问道：姐姐，你昨天晚上没回家，干什么去了呀？白羽皱起眉看向江明月：你昨晚没回家？江明月心里冷笑，昨晚他为什么没回来？江云云心里最清楚吧，还有这个妈妈，连自己女儿没回来都不知道。听到江云云的话，周淑琴的眉毛很轻微的皱了一下，然后也看着江明月等待她的回答。楚家十分看重儿媳妇的品性，绝不会娶一个私生活混乱的人进门。江明月面不改色的编造谎言：昨晚宴会一半我就走了，和老同学出去小聚了一下，后来时间晚了，就在同学家住了。江云云不太相信，她了解江明月，知道她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好朋友。姐姐，你那个朋友是男的女的？我认不认识？女的，你不认识？江明月随便敷衍了两句，没有继续交流的欲望。她更不会把江云云给她下药的事情说出来，因为就算这些人知道这件事也不会相信，就算相信了，也不会真的责怪江云云，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开脱。旁边的弟弟江风寻闻言，在一边阴阳怪气的嘲讽道：江明月，你身边有没有女性朋友？我们还不知道吗？我看别不是和哪个男的出去鬼混，所以才夜不归宿了吧？江明月垂下眼睛，以往江风寻嘲讽他都默默受着，也不反驳。今天他放下筷子，认真看着江风寻。女的怎样，男的又怎样？我都20岁了，难道交的朋友还要向家里报备吗？你去年和那个女的一起进酒店的照片还在我手机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江风寻一愣，江明月竟然会反驳我，这女人不是一向逆来顺受的吗？为了融入这个家，江明月一直都在小心翼翼讨好每个人。难道今天吃错药了？你别胡说，我什么时候和女生去酒店了？你想让我把照片拿出来？就算是又怎样？去酒店就一定要发生点什么吗？你自己龌龊，看啥都龌龊。去酒店难道是探讨学习吗？想起上辈子江风寻搞出来的那些事，他又补了一刀。那你带已婚妇女去酒店干什么？这下所有人都看着江风寻，江风寻脸色一变，眼底闪过慌乱。你们别听他瞎说什么已婚妇女，他自己不检点，喜欢勾引人，张口就污蔑别人不检点，勾引人，呵呵，给别人泼脏水倒是张口就来。桌上的几人神色各异，很明显选择相信江风寻多一点。江明月不想再忍他了，一个对他一点尊重都没有的弟弟要来干嘛？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水杯向江风寻泼了过去。黄色的橙汁溅了他一脸。江明月，你有病吧？江风寻也站起来，一脚踢开凳子，眼里烧着怒火。嘴巴不干净就好好洗洗，我再不检点，也没有你勾引已婚妇女、破坏别人家庭来的牛，这让你很有成就感是吗？你放屁！我什么时候？江风寻咬紧牙关，他不敢承认，否则会被他爸打死的。江明月心里冷笑，上辈子别人老公都打上门了，骂江风寻是小白脸。明月，你这么说风寻，你有什么证据吗？江淑婷慢条斯理的擦擦手，他可是你弟弟，不能随便污蔑他。呵呵，那他说我就有证据了，他凭什么张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江淑婷一噎，江明月一向乖巧，怎么变得如此牙尖嘴利？你们爱信不信？江明月放下筷子，也不管众人震惊、疑惑、探究的目光，直接回了房间。余光里，周淑琴表情沉了下来，楚年也皱着眉，眼中还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从没见过江明月爆发的模样。江风寻还在楼下叫嚷，说江明月污蔑他，各种难听的词汇往江明月身上套。江明月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又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死前的场景。妹妹江云云为了向他证明所有人都更爱他，故意花钱找了2个绑匪，自导自演了一场绑架的戏码。他和江明月之间只能活一个，最后所有人都选了要江云云活着。江明月被抛弃的彻彻底底，江云云得意极了，只是他没想到绑匪的遥控器失控，最后真的爆炸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幸免于难。生命的最后一刻，江明月只有被所有人抛弃的绝望心碎。江明月闭着眼摸了摸心口的位置。世人都有执念，陈星的执念是我，而我的执念是亲情和这个想要抛弃我的重组家庭。从小就生活在孤儿院里，一直认为自己没有父母。他无数次的在夜里哭泣，直到11岁那年，穿着华丽的白羽来到了孤儿院，温柔的看着他。我是你妈妈。白羽这么多年终于找到自己的女儿了。离开孤儿院的那天，江明月开心极了，天真的小脸上满是对白羽的感激，对以后生活的期待。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江家，这是一个重组家庭。江淑婷是江峰和王七的儿子，江云云和江风寻是白羽嫁给江峰后生的孩子。虽然他只是白羽年少时冲动犯下的错误，江明月也没有失望，他有这个妈妈就够了。没想到妹妹不在家里，他脸色苍白的躺在医院，头发都被剃光了。后来白羽红着眼睛求他救救妹妹江云云，原来妹妹得了白血病，需要他的骨髓救命啊！那一刻，看着妈妈通红的眼眶，脆弱的神情，11岁的江明月好像明白了什么，他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扬起笑脸安慰白羽：妈妈，你别哭，我会救妹妹的，妹妹会好起来的。
她只是贪恋那奢求了许久的温暖怀抱。妹妹身体康复的那天，妈妈笑得很开心，比找到她那天还要开心。全家都笑得很开心，她也笑得很开心。真好，只要大家都开心就好。可惜她救回来的妹妹并没有感激她的救命之恩，反而嫉妒她、仇视她，恨她分走了家人的注意。江明月有点难过，她想告诉江云月，其实她要的不多，只要给她一点点爱就可以了。只是江云云不相信。江明月自嘲地勾起嘴角，这可悲的亲情啊，竟然困了我一辈子。人终将被年少不可得之物而困其一生。第二天，江明月将自己的东西全都打包，并在白宇的房间找到户口本抽出，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来到江云云的房间，你来做什么？趁家里没有人在，江云云也懒得演出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语气十分不耐烦。看着这个骄纵无礼的妹妹，江明月想起前世的种种，愤怒的火焰在一点点燃烧。药是你下的吧？什么药？江云云装作听不懂的样子。什么药？你心里清楚。江明月冲上去将她压在床上。江云云很瘦，刚刚1.6米，自小体弱，被江明月死死压着，毫无还手之力。江明月，你干什么？你疯了吗？江云云，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你要这么害我？9岁那年，你的命还是我救回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江明月，那天晚上你不会真的被哪个来路不明的野男人睡了吧？所以这么崩溃。啪的一声，江明月狠狠抽了他一巴掌。江明月，你敢打我？反了你了！狼心狗肺的东西，打的就是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玩意儿。说着，江明月又给了他几巴掌。上辈子如果不是因为江云云，他就不会误会陈星这么多；如果不是因为江云云，他们也不会死。停手！江明月，你疯了！你敢打我？爸爸妈妈和哥哥不会放过你的。江云云被抽懵了，疼得眼里的泪花都出来了。她从小身体就不好，是全家宠爱的对象，就连弟弟都得让着她。什么时候被这么打过？该死的江明月，等哥哥回来，一定要哥哥打死你！江明月眼眶更红了，她用尽全力的扇江云云。江云云，你不就是怕我抢你的？妈妈和哥哥是你的，全都是你的，行了吧？我什么都不要了，这个家我不要了。你这个疯子，真是疯了！江明月，你一向最重视亲情，做梦都想得到家人的认可，现在怎么可能不在乎了？江云云感觉自己的脸在火辣辣的烫，终于承受不住，晕了过去，不知道抽了多少下。江明月手都抽麻了，她终于放开了江云云，背上自己的包，离开了这个家。再见吧，这个原本就不属于我的家。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江明月打车来到机场，坐上了早就订好的航班，她要回学校了。或许人本就不该苛求命里没有的那些东西。站在熟悉的校园大门前，江明月百感交集。某年某月的某人，在这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告白，满天的粉红气球，绚烂的烟花，路人欢呼鼓舞。可惜是失败的结局。陈星读了2年高3，第一次高考，江明月在读高2。陈星那次发挥的不错，考了一所京师211，出乎大家意料的没去，而是选择了复读。第2年，陈星和江明月成了同学，同年高考一起进了 A 大。陈星报了经济学，江明月学了计算机。在学校，陈星是万众瞩目的校园男神，江明月是性格孤冷的计算机系校花，众人艳羡这一对表面 CP。可江明月不喜欢陈星，他躲他，他追他。陈星的爱太张扬，喧闹的人尽皆知，有关的记忆像涨潮的海水，瞬间泛滥。可是这辈子，陈星再也不想和那个女人纠缠了。男人说不会再爱他，女人把一直追在他身后的那个人弄丢了。回到宿舍，江明月刚坐下，手机就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接通后，是妈妈白宇的电话，还没说话，对面开始疯狂输出质问谩骂。江明月，你疯了吧？你竟然敢打你妹妹！你在哪儿？赶紧给我滚回来！给云云跪下道歉！江明月一言不发，挂了电话，随手就拉黑了江家所有人的电话。又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江明月接起来，这次是继弟江风寻，他语气极其愤怒。江明月，你这个贱人，你敢打我姐？看我找到你，不扒了你的皮，烂贱人！这次江明月没有沉默，直接把手机拿到嘴边回了2个字：小三。对方一怔，江明月挂了电话，拉黑。他能想象到江风寻对着手机气急败坏的样子。刚挂了这个，又有人打进来，江明月似乎都能猜到这次是谁了。继兄江舒婷情绪倒是没那么激动，声音很沉，细听也藏着怒意。明月，你这次太过分了，再怎么说云云是你妹妹，你怎么能下那么重的手？赶紧回来给云云道歉，求她原谅你。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打她？算了，反正你们也不关心，你们只关心江云云，麻烦你转告白宇女士吧。从今天开始，我和江家也没有关系了，我不欠你们的，不要再打扰我了，明白了吗？江家是给他提供了几年吃穿还有教育资源，可他也给江云云捐过骨髓，救了他一条命。他从来不欠江家任何东西，那些曾经奢求的东西他已经不需要了。对面沉默了几秒。明月，你在胡闹什么？赶紧回来给大家道歉。该说的都说完了，江明月不想再废话，直接把手机卡拔出来扔到垃圾桶。江家联系不到江明月，把电话打到了陈星这里。你追江明月不是什么秘密，好多人都知道。江舒婷问陈星，你知不知道江明月在哪？陈星否认并挂了电话，沉思片刻，还是托学校的朋友询问了江明月的动向。电话那边告知人已经回学校了。知道了，谢谢。关了手机，陈星皱了皱眉，想起自己放下的狠话，自己的脸色又变得不自然。算了，就算要戒断，也得需要一点时间。这辈子我一定要戒了江明月，不然我就是狗。宿舍群有人@江明月，明月，陈星托人到处找你呢。正在火锅店吃饭的江明月收到消息一怔，我知道了。然后
后他翻找了半天，才找到了和陈星的对话框。上一条消息还停留在放假之前。这是陈星邀约一起回京市的消息，我没回复，也没等他自己先一步回了京市。江明月翻着记忆，突然有些沉默。自己这么冷漠，陈星到底是怎么坚持追了我那么多年的？他也会难过吗？指尖停留在屏幕上，锅子里热气飘起，模糊了江明月的视线。有些事当时不在意，从10年后的角度看，怎么会这么难过？我后悔了，真的很后悔。我好像错过了一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男孩。陈星是不是在担心我？陈星的心里还是有我的吧。江明月第一次主动在对话框里给陈星发消息。我已经到学校了，别担心，我在学校等你。消息石沉大海，疯狂给男人发短信，男人却当作没看见，只因上辈子校花对男人爱答不理。这辈子陈星决定活出自己，丢下手机，不想回复。兄弟，咱们再来一场。老陈啊，求放过，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不知道你吃错什么药了，在球场上疯狂虐了我们将近1个小时，打不过，根本打不过。行吧。收了球的陈星一个人在篮球框旁边的长椅上坐下，看上去情绪不佳。好兄弟方明哲从地上爬起来，在旁边坐下。喂，老陈，你怎么了？没怎么。你疯狂虐我们，难道是因为江明月又拒绝你了？陈星抬头看了他一眼，语气冰凉。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人，我不喜欢江明月了。他可是和你一个高中的，你追江明月当年可是轰动了整个学校，至今学校里还流传着关于你的传说。老陈啊，得了吧，现在说不喜欢，估计睡一觉起来你又要对他爱的死去活来的。哎呦，我弟妈，别这样看我。我说真的，以后再提他，兄弟没得做。说完，陈星甩开后面烦人的舍友，低着头往操场门口走。陈星，这个声音已经刻在骨子里，永远也不会忘记。下意识地停住脚步，转身看他，他依旧美得不可方物。陈星挪开视线，有事吗？其实没什么事，只是来篮球场碰碰运气，就是单纯想见见你，没想到真的被我碰到了。哦，走了，拜拜。等一下，回头看着他拽着的手，又看了看他的眼睛，声音不带一丝感情。江小姐，我们男女授受不亲。不好意思。江小姐，有什么事情赶紧说吧，我还得回去睡觉。江明月很苦恼，我本来就是个 I 人，还严重社恐，不太擅长交际。陈星此时态度也极其冷漠。陈星，我想追你。黑夜遮住了陈星的脸，微弱昏黄的路灯下，江明月看不清男人的神色。后面赶上来的方明哲恰好听到了这句话，一脸震惊，嘴巴张得快塞下鸡蛋了。我听到了什么？江明月说要追老陈，我的天啊，倒反天罡啊！我不接受。说完，陈星大步走了，江明月眼里闪过失望，也转身走了。方明哲揉了揉眼睛，又掐了自己一下。我靠，我没看错吧？刚刚那女生是江明月，真不明白，过了个暑假，事情怎么能反转成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江明月面无表情地回了宿舍，室友都已经习惯了江明月平时这个样子，要不怎么被称作计算机系冰冷校花的称号。江明月坐在椅子上，轻轻叹了口气。薛曼发现了他不对劲儿，怎么了，明月？你看着不太开心啊。我想追一个人，我想把他追回来，可我不知道怎么做。谁啊？几个舍友迫切地想知道是谁这么厉害，能让他们一向被动的江大美女主动出击。几道灼灼的目光同时盯着他，江明月有点不好意思。你们认识的是陈星？切！几个人同时收回好奇的目光，心想就这，还以为是谁呢？薛曼不屑地说道：“他还用你追啊？那不是你勾勾手指的事。明月，你这可就没意思了，耍我们玩呢？谁不知道陈星爱你爱的要死？”江明月脸色一红，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做了一些让陈星生气的事情，他现在已经不想理我了，但是我后悔了，我想把他追回来。几人又同时看他，你们别光看我，出主意啊！我很好奇，你干了什么，能让陈星不想再理你？其他人也点点头。江明月吞吞吐吐，我冤枉了他，具体的事没有办法说明。上辈子的恩怨纠葛，只有陈星和江明月两个人清楚，其他人都理解不了。要不你给他好好道个歉，用真诚打动他，你看他喜欢什么，给他买个赔罪礼物，再撒娇求他原谅。再硬的男生都禁不住女的能撒娇，或者直接亲他一口，他估计什么都能原谅你。薛曼说过之后，几人哈哈大笑起来。不过你估计做不出这样的事。笑什么？你信不信？我说的方法是最简单有效的，不过我连你撒娇的样子都没见过，估计亲他可难喽。江明月感觉他们的主意不太靠谱，烦躁又脸红。周五下午，江明月买了4罐冰镇可乐，用纸袋拎着走到篮球场。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每周五下午陈星会固定在这里打篮球。能想起这个，还是因为上辈子陈星总是给他发消息，让他有空可以来看打篮球。尽管江明月不怎么回陈星的消息，可陈星总是乐此不疲地报备自己每天干了什么。上辈子的这时候，陈星和江明月已经发生了关系。江明月对陈星心里只有恨，陈星对江明月是愧疚。篮球场周围围了很多女生，80%的女生看不懂篮球，她们的关注点也从来不在篮球上面。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回篮球场有3拨人正在打篮球，江明月都不用猜，女生围得最多的那一波里肯定有陈星。他来得晚，拎着东西站在最后面，也不往人群里挤，就那样安静地看着，一脸平静地听着。前面女生时不时爆发出兴奋连连的尖叫声，
能听到他们欢呼，能听到他们在喊陈星的名字。这样的行为是他从来都不会去做的。他就算再喜欢一个人，也不会为他呼喊尖叫。大部分时候，江明月的情绪都是平静的，很少有人能窥探到他的内心。江明月垂着眸，盯着脚尖，不知道为什么上辈子的陈星会那么钟爱于我，可能爱情本来就是没有理由的吧。如果我不曾出现在陈星的世界里，也许陈星会找到一个十分喜爱自己的女孩，也会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这样一想，我好像能理解这辈子的陈星为什么坚决要和自己划清界限了。如果换作是我自己，被人冷言冷语冷脸的对待了那么多年，肯定也早就灰心失望了。江明月抬眸打量了一圈，四周是形形色色的女生，各种风格，天真烂漫的，热情似火的，青春洋溢的，其中有很多都是冲着陈星来的。江明月心里无端端的生出一股无措和惊慌。假如陈星对自己的偏爱消失，这辈子我们还有可能继续在一起吗？入秋了，有点冷，后悔穿少了，出门应该带个外套。细小的雨点打在江明月的脸上，有些女生坚持不住，先跑开了，倒不是因为怕雨，只是因为脸上的妆化了，害怕男生看到自己真实面容。雨点变大，女生走了差不多一半，篮球场那边的比赛提前结束，陈星和几个舍友走在一起，一行人正准备离开球场往外走，还剩下的围观女生纷纷让开一条道路，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大胆的女生走上前去给自己比较喜欢的男生送饮料，顺便要个联系方式。陈星还是受欢迎的，已经有2个女生上前给他送饮料了，但是陈星都拒绝了，抱着球，细密的雨水打在脸上。从前的陈星好像不是这样的，眼神没这么冰冷，眼里总有温暖或喜悦的光，人也很活跃，也爱和人开玩笑。江明月忘了记忆里的20几岁的陈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变成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大人了。江明月也没有上前，就定定地站在原地，静静看着陈星。路过江明月时，只是看到1秒，陈星就撇开了视线，和他擦肩而过，一边拒绝女生递过来的东西，一边和自己的几个室友说着话往外走，再没有冲他看一眼。江明月低下头默默跟着，他不是一个喜欢主动的人，让他主动追求男生还不如打死他算了。他就是那种宁愿错误也不会主动的人，可这辈子他想勇敢一次的。江明月手提袋里的饮料罐，鼓起勇气想上前递出去，但陈星看到了这个动作，伸手接了别人的饮料。我已经有饮料了，不需要了。江明月最终还是没送出去，他拎着袋子往宿舍的走去。为了追求我，在网上逮人就问追男人的方法，我却爱答不理，只因上辈子校花抛弃了我。此时江明月打开读书软件，搜索着关于如何让自己的脸皮变厚的书籍，阅读一晚上，脑子还是空空的，不知怎么做。他闭上眼睛，叹口气，最后想想，要不还是听薛曼的建议，不管他怎么想，直接去做就是。这么多女生虎视眈眈，我再扭捏，我们之间也许就真的没可能了。天气晴，篮球场，江明月又来到老地方，手里拎着重新买的饮料。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万一又没送出去，最后还是可以拎回宿舍给大家喝。不过这次要是再拎回去，薛曼估计又要骂我没出息。操场边围观的人不太多，其中一个女生陈星上次接了她的水，听别人叫她蕊蕊。石蕊悄悄打量江明月，有些不太高兴。不是说陈星不喜欢他了，他来干什么？但他这一身打扮太过普通，不过如此，也就脸好看一点点嘛。石蕊对自己很有信心，只要陈星能给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他才不相信自己会输给一个面瘫脸。陈星是临时起意决定出来打球的，他心里烦躁的厉害，就想靠运动发泄发泄。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老陈，你看那边，好像是那谁，他又来看你。方明哲大声提醒他，陈星愣了一下，还是没忍住转身看一眼。方明哲瞅准时机，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球，得分。老陈，上当了吧？操场边有好几个女生，方明哲其实不确定里面有没有江明月，故意炸他的。陈星脸色一黑，有点懊恼，不知道是懊恼方明哲骗他，还是懊恼自己还关注江明月。他冲上去，狠狠压制了方明哲，打他的落花流水。老陈，你太狠了，我错了，放过我！不行了，不行了，老陈，咱们歇会儿吧，我要渴死了。你们带水没有？咱们一起出来的，我们带没带水你不清楚。没关系，那边有好几个女生呢，咱们往那走，肯定有人送水。就算有人送，那也不是给你送的啊。虽然这是事实，但老陈，你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对了，等下你要是不喝，记得给我喝啊！我要渴死了。他现在就像脱水的鱼，嗓子里干得直冒烟，不管是谁给的水，他都能照单全收。滚犊子！老陈，一个假期过去，你怎么变得这么冷漠无情？方明哲本想忍忍，还是没忍住，他实在太想知道了。江明月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你们俩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一样？方明哲说着，突然睁大眼睛，脑洞大开，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我去，你俩不会是互换灵魂了吧？他赶紧满脸怀疑的看着他。陈星黑着脸给了他一脚。脑子有病就去治，你喜欢看的小电影都存在 XXX 盘里。好了，不要再说了，现在我相信你是真的老陈了。方明哲一扫眼，发现江明月真的在旁边等着。江明月真来了，方明哲小声嘀咕，又悄悄抬头看一眼前面的陈星，真是奇怪的很。江明月看他们几个人走过来，连忙站起来，但是有人比他更快一步。喝水吗？石蕊抢先把水递到陈星面前。昨天陈星接我的水
今天也会接过去吧？石蕊眼里都是期待和爱慕。陈星皱皱眉，这么黏腻的眼神让他很不舒服，比刚打完球出的汗还要腻歪。他不说话，石蕊举在半空的手臂都有点僵硬了，脸上的笑容也快维持不住。陈星眼睛盯着地面，余光却一直在看旁边踌躇不前的江明月，根本没有听面前的女生在说什么。江明月这时也走上前，虽然晚一步，可是陈星还没有接别人的水啊。陈星，请你和你们宿舍人喝的。江明月提起袋子递到陈星眼前，陈星看他一眼，眼神冷清，依旧没接。石蕊悄悄瞪江明月一眼，方明哲看着这修罗场，一个头两个大，他在背后戳戳陈星。大哥，你倒是说话呀！你不喝给我喝，我快渴死了，真是落得落死，我被旱死。陈星伸出手，石蕊和江明月同时看着他，他将手伸到江明月那个方向，目光轻飘飘落在江明月脸上。石蕊紧张一下，江明月神色平静，然后陈星的手拐弯，目光掠过江明月，接过石蕊给的水。石蕊心里高兴得不得了，陈星真的不喜欢那女人。他有点得意地瞧江明月一眼，他正想把东西收回去，薛曼的话在耳边回荡，干脆上前一步，把东西直接塞陈星怀里，然后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江明月照做了。陈星愣了一下，盯着江明月离去的背影看了半天，然后他把石蕊那瓶水递给方明哲，给你，你不是渴了？方明哲接过来，也不客气，一口气灌一瓶水。石蕊咬咬唇，看方明哲喝掉，其实心里有点不情愿。同学，谢谢你的水。同学，看你好像挺眼熟的。咱们是一个系的，我是大二会计专业的石蕊。他看似在回答方明哲的问题，实际眼睛一直看着陈星。方明哲还有啥不明白的？这一看又是老陈的桃花债。老陈，那饮料你喝不喝？分我1罐。一共有4罐，陈星自己打开1罐，咕咚咕咚喝下去，其他的都分给了室友。见状，石蕊心里一酸，隐隐约约明白什么。江明月回到宿舍，有点不开心。明月回来了。看到江明月沮丧的神情，薛曼安慰道：明月，实在不行就放弃吧，要不和我一起打游戏吧，男人哪有游戏香嘛。唉，我现在不太想打游戏，要不你从其他方面入手。陈星好像是体育部的部长，还加入了长跑社，你要不考虑考虑这2个？江明月一怔，这些信息他都不知道，他以前很少关注陈星。曼曼，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和陈星是一个专业的呀，平时上课经常能听到女生谈论起他。江明月在校园群里找到了长跑社社长的联系方式，点击添加，秒过，打听到长跑社活动时间，周日下午，学校西北角亭子。江明月到达时，亭子里有5、6个人在。你就是新加入的成员？是的。你好，我是社长，我叫田湖。江明月。江明月不喜欢和人攀谈，尤其是不熟悉的人。他在角落坐下，打算等等看陈星会不会来。对了，江明月，以后活动时间我们都会在群里通知。咱们这没有固定的社团地址，每次集合地点都不一样。好高冷的小姐姐，这是大家对她的印象。对了，江明月，你怎么突然想起加我们长跑社？追人。是谁啊？他来了。陈星看见江明月也在，眼里惊讶一瞬。他怎么在这儿？好了，人到齐了，我们出发吧。限时1个小时。田湖宣布完，自己先跑了，大家都不紧不慢地跟上，按自己的速度跑。陈星脸上冷淡，看不出一丝情绪，也没和他说话，跟在最后跑了起来。江明月赶紧站起来跟上，紧紧跟在陈星后面。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我在跑步啊，我也加入长跑社了。江明月平时运动量很小，就这一小会儿，虽然跑得不快，但是已经气喘吁吁。你不是最讨厌跑步吗？他记得江明月很不喜欢运动，上大学的时候最痛恨的就是体测800米，那时候他在跑道里跑，陈星总是会在外圈陪他一起跑，给他加油打气，只是他从不在意，小腿有点酸。江明月大口喘着气，我不喜欢跑步，但是我喜欢你啊。小腿有点酸，大口喘着气，追着前面的男人大声喊道：我不喜欢跑步，但是我喜欢你呀。陈星一怔，心率不正常的飙升，掩去眼底复杂的情绪，他选择无视他刚刚说的话。好累啊。江明月努力在他身后跟着，可是体力实在跟不上，人在前面跑，灵魂在后面飘着，整个人头晕目眩，都快看不清地面。陈星能听到身后越来越重的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就在江明月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天上飘起小雨，两人决定去前面躲雨。江明月猛地收住脚步，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哎呀，死腿，好难堪啊！可是腿软的厉害。自从小时候给妹妹江云云捐了骨髓，好像就留下了后遗症，不能剧烈运动，否则就头晕眼花。所以这些年我都不怎么爱运动，身体素质一般，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陈星听到后面动静，身体停顿一下，又继续往前走，忍住，完全不往后看。江明月蹲在地上喘半天，才爬起来，赶在雨下大前到了屋檐下。他一屁股坐下，恢复着状态。噼里啪啦的雨点落下，砸得地面水花四溅。这里只有他们2个人。陈星站在他对面，甩了甩头发上的水珠。陈星肆无忌惮地盯着他的脸，脑海里控制不住地闪现那些又快乐又痛苦的过往。女人转过来，男人立刻撇开视线。陈星不看他，视线落在身侧的雨幕中。他站得好远，是在刻意拉开距离吗？他不来，那我就过去吧。尽管大腿还有些酸痛，还是慢慢走到陈星身边，陪他并肩看雨。谁都没有说话，寂静良久。认识那么多年，他们之间一直都隔着怨恨，好像从未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地站在一起。看看雨景，良久，雨势变小。陈星终于打破沉默，转身看向他，好似有些不耐。江明月，你老缠着我干什么？江明月抬头，对上他微微不悦的视线，有些羞窘。我不是说了我要追你？你追我干嘛？你喜欢我？眼里带着怀疑的审视。江明月吸了口气，点头。我喜欢你。男人眼神一变，
靠近捏着他的脸，将他推到柱子边。他感觉后背狠狠撞在柱子上，眼里泛滥出细细的泪珠，那双眼迎着一层水雾，看在陈星眼里有几分楚楚可怜的意味，紧紧盯着他的眼睛。喜欢我啊？那你亲我一下呗。江明月有些害羞，他的脸近在咫尺，他稍稍往前一点就能亲到，可是他从来没有亲过别人啊，心里还是觉得有些羞耻。半晌未动，陈星嗤笑一声，眼里转而带上不屑。这就是你说的喜欢我，连亲一下都不愿意。他正欲离开，一个轻柔的吻突然落在他脸颊，轻轻软软的，在他心里带起一阵电流。江明月心跳的极快，脸红的厉害。2辈子了，第一次主动亲一个男生。虽然上辈子他和陈星做了10余年夫妻，可是他们之间除醉酒那一次之外，就没有过亲密接触，因为陈星不愿意强迫他。江明月，我说的可不是亲脸，这不算。陈星压住眼里翻涌的情，又凑近他，语气轻佻，要亲嘴巴才算数哦。江明月闭上眼，搂住他，慢慢向他靠近。寂静的空间里，雨声外，他还能听到自己如鼓般的心跳声，紧张的手心出汗，看着越来越近的那2片娇嫩唇瓣，陈星神色莫名，气氛升温，空气变得粘稠暧昧。就在他要亲上来的时候，他突然伸出手指，摁在他的唇瓣上，打断这份旖旎。江明月睁眼，有些疑惑。陈星垂着眼睛，眼角带上几分讥笑，往后撤退一步，说出的话极其冷漠。江明月，你说喜欢我就要接受吗？你早干什么去了？你难道不知道迟来的深情比草贱吗？雨停，被乌云遮住的太阳重现。陈星冷着脸转身，我不会和你在一起的，别再缠着我。他的背影消失在阳光下，江明月怔怔地站在原地，抬头转了转眼睛，努力克制着不让泪水落下。说不难受是假的，心被一刀刀割着，有些疼，有羞，有愧，有酸涩，也有迷茫，都是他咎由自取。江明月失魂落魄好多天，这天薛曼掐着腰在江明月面前，不就是被男人拒绝了，至于吗？跟丢了魂似的，没出息。又觉得语气太重，薛曼放缓口吻，没关系，咱们明月这么漂亮，有很多人喜欢你的，不用在一棵树上吊死。接收到室友的关心，江明月心情好多了，可是内心依旧在挣扎。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固执、死脑筋，不然上辈子也不会一直被困在得不到的亲情里，被利用彻底。我根本无法说服自己完全放弃陈星，我真的做不到。我就想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人在陷入执念的时候，就算前面有10000亩森林，眼里也只有那一棵树，就像是被下了蛊，上了头，什么也听不进去，什么也看不见，只会坚持自己认为的，追求自己执着的，置身事外，谁都清醒，困于情中都是傻子。薛曼叹了口气，随口道：这周日我们外联部团建，你们想不想一起去玩玩？今年招新结束，我们部来了好多帅气的小学弟哦。薛曼是学校外联部部长，外联部主要负责组织与其他高校、企业的交流活动，促进校际合作和资源共享，与媒体建立关系，负责活动的宣传和报道，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支持部门活动和项目，需要极强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公关技巧。当然，薛曼能坐上部长的位置，依靠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人脉。18岁开始上手处理自家公司的业务，薛曼认识的各行各业大佬是同年龄段的大学生比不了的。他这个部长是货真价实的有实权的部长，是真的能拉到投资的部长。明月，明月，你陪我一起吧。江明月看出来了，其实薛曼是想让他出去散散心，才故意这么说的，自然接受他的好意。室友们也纷纷响应。薛曼笑笑，真好，我们一个宿舍就要整整齐齐的。团建地点定在天宇山大峡谷，一个旅游景点，项目有爬山漂流、野炊烧烤，晚上还有别墅去轰趴。因为追求失败，和室友几人参加了学校团建，想趁机放松心情。这次团建加上江明月几人，去的大概有20多人，他们包好车，等到目的地，另外一辆车子也停在旁边，车上下来几个男生。江明月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陈星，自上次表白被他拒绝后，他们好久没有见过面，那么大的校园，若不是有心相遇，很难碰到。江明月是觉得被戏弄、被拒绝，心里又羞又难受，为避免尴尬，所以一直没再出现在他面前。陈星好像朝他这边看了一眼，江明月低着头没说话。薛曼站在旁边，他们怎么来了？薛曼皱皱眉，走到方明哲面前问：喂，你不是说你不来吗？方明哲漫不经心的笑笑：咱们带新人的第一次团建，我这个副部长怎么能不来呢？方明哲算薛曼的手下，他是外联部副部长。哦，对了，我带上我几个舍友，你应该不会介意吧？薛曼瞅他一眼，又看陈星，神色莫名，最后转身走了。随便你。他走回到江明月那里，低声道：我不知道方明哲会带陈星一起来。没关系，该怎样就怎样，不用管我，玩得开心点。一群20岁左右的青年在一起，气氛很快就热络起来。有10个左右是今年刚刚加入外联部的学弟学妹，他们外联部门槛还是挺高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性格上选的基本都是活跃的、爱说话的、外向的，要对外拉投资、对外交流合作，少不了和人沟通，太内向肯定不合适。这群人凑在一起很是热闹，一路上叽叽喳喳、吵吵闹闹的，很开心。江明月和薛曼还有其室友郑妍妍走在一起，薛曼作为部长要照顾一下新加入的学弟学妹们。陈星走在队伍另一侧，和室友方明哲一起，他低着头沉默地走着，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无聊的活动。听到方明哲说起这件事，说了薛曼要带舍友，他脑子一热就撺掇着方明哲来了。但是
见到他之后，那发热的脑子突然就冷静下来，又开始懊恼自己神经。以江明月的性格，能主动来亲我，想必用了最大的勇气，被拒绝的那么惨。他那么骄傲的人，肯定不会再往我跟前凑了吧？老陈，我说你怎么突然要来参加这种活动呢？是为了江明月吧？别胡说，不是为了他。陈星的心思被猜中了，但他冷着脸否认，打死都不会承认。毕竟才在宿舍里放过狠话，要是再喜欢江明月，他就是狗。方明哲不屑的切了一声，你就死装吧你看着吧，这么多年轻的学弟里面，一会儿肯定有人给他献殷勤。别管江明月性格咋样，那张脸还是很能打的。基本上在这一群人里面，这容貌最出挑的那个。谁追他关我什么事？他和我又没关系。行，你就嘴硬吧，反正到时候着急的又不是我。走走停停2个小时，终于走到一块平整的地方。薛曼示意大家停下，在这里也吹。江明月左边是郑妍妍，右边是薛曼，2个人搀着他的胳膊，在草地上坐下。他喘着气，抬手擦了擦额头的汗，累得不行。走到后面，脚步都开始虚浮，几乎是郑妍妍和薛曼架着他上楼。明月，你这体力也太差劲了吧？怎么比我这个死宅还差劲儿？郑妍妍坐在他旁边，脸不红气不喘，他感觉他已经够宅了，平时能躺着都不坐着，也不喜欢出去运动，但是也没累成江明月这个样子。薛曼拿出瓶水递给江明月，给他拍了拍背顺气，喝点水，缓缓。谢谢。江明月脸上的热散了下去，坐了5分钟，终于缓过来了。我小时候做过手术，身体素质比一般人差，加上平时也不爱运动，肺活量小，活动时间久了就会感觉体力不济。原来是这样，明月，你这样可不行，你得适当的运动，合理的运动可以加强身体素质。我知道了，以后我会每天抽出半个小时运动的。江明月也感觉自己这样下去不行，柔柔弱弱的，动不动就大喘气。这时有2个男生走过来，在薛曼他们3个旁边坐下，面容比较青涩，一看就是大一的新生。Hello， 学姐们好。薛曼点点头，温柔的回应：你们好呀。我是计算机系的，我叫扬州。呀，竟然还是我们的直系学弟呢。郑妍妍露出一个热情友好的笑容，扬州眼睛亮了。原来是计算机系的学姐，真是太巧了。这位也是计算机系的学姐。郑妍妍介绍了一下江明月，扬州看向江明月，眼里有惊艳，但江明月神色淡淡的，只冲他点了点头。扬州很快和郑妍妍攀谈了起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聊游戏、聊专业、聊课程，最后聊着聊着，发现2人竟然来自于同一个地方，甚至读的还是同一所高中，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2人聊嗨了，竟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关键是郑妍妍喜欢的游戏，扬州刚好都会玩，还玩得很好。郑妍妍发觉到夹在几人中间聊天不太方便，干脆和扬州到一边去单独聊了，甚至拿出手机一起打起了游戏。薛曼和江明月看得目瞪口呆，没想到会是这种神展开。今天之前的郑妍妍是万万不会想到，在这个活动里成功给自己找了一个长期的游戏搭子。另外一个男生见扬州这么快就拐走一个学姐，心里有些懊恼，眼神闪了闪，也开口介绍自己：我是化工学院的，我叫李乾。薛曼也微笑着和他打了招呼：你好呀。刚刚扬州说话的时候，李乾一直在悄悄打量着3个女生，这一会儿功夫在心里暗暗做了评价。中间的女生看起来态度比较冷淡，人可能比较高冷，不好接近。左边的女生看上去挺活泼的，但不是我喜欢的菜，对我好像也不太热情，倒是对那个扬州还蛮热情的，而且扬州对她也挺感兴趣。右边的女生看着挺温柔的，白白净净的，说话轻声细语，长相很秀气，性格看着也不太强势，倒是挺符合我的大部分标准的，就差最后一条了。如果家庭条件不错的话，我会考虑试一试。他和扬州在过来之前已经在人群里打听过了，听说这边3位学姐都是部长的室友，而且都是单身，所以他们2个才在别人都没有出手之前抢先过来刷脸的。听到李乾2个字，江明月一直平淡的神色终于有了一丝细微的变化，眼里有一闪而逝的惊讶和竭力压制的怒意。他终于抬起头，认真打量起旁边这位叫做李乾的学弟，越看越觉得眼熟，竟然是他。此时一旁的陈星正看着江明月，江明月在看李乾时，陈星看到他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学弟看，心里无端生出一股怒气。江明月，这就是你说的喜欢我，这么快就放弃了，这么快就看上别人了，我确实不该来这场团建，真是狗。江明月不知道陈星脑补这么厉害，他的注意力在薛曼和李乾这里，李乾的目光一直落在薛曼身上，嘴角挂着温柔的笑，举止有度，言辞平和，2人轻声交谈着。不一会儿，李乾对薛曼的称呼不露痕迹的从学姐变成了曼曼，转变得很自然，让人没有不适感。这样亲昵的称呼着他，竟然毫无违和感。江明月听着，手指握紧，关节发白，目光轻轻闪了闪。难道注定要遇到的人，不管怎么样，兜兜转转还是会相遇吗？他看向文质彬彬的李乾，眼底闪过冷意。谁能想到人前温润如玉，衣冠楚楚的他，内里却是十足十的烂人，一个想攀高枝的心机，凤凰男，小白脸，天生的 PUA 高手。上辈子薛曼就是被这个人渣害得苦不堪言，最后白白搭上自己一条命，一尸两命，声名狼藉，死后也被人唾弃，当笑话一样闲谈。上辈子我和舍友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也很少关心打听别人的私事。对于薛曼和李乾的事情，我只知道一些大概，并不清楚具体的细节，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但我敢肯定，上辈子他们相遇的时间一定比现在要晚。没想到我的重生
反而让他们提早相遇。但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再让这个渣男祸害薛曼。女人的闺蜜被渣男玩弄致死，重生归来，女人要避免这种事发生。江明月想到上辈子李钱对闺蜜薛曼的种种，越想越气，脸色也越来越白。此时李钱拿出手机，正想加薛曼微信，薛曼微微笑着，刚想说好，江明月突然靠在薛曼肩上，语气弱弱的，眉头紧皱，用手捂着肚子。曼曼，我好难受啊，你能不能陪我去趟卫生间？薛曼的手机还没递出去，又收了回来，有些担心的看向江明月。明月，你怎么了？就是肚子不舒服，我现在一个人走不动了。曼曼，你能不能扶我去一下卫生间？行。薛曼已经把加微信的事情抛之脑后，立刻拉着江明月站起来，搀扶着她往前走。等两个女生走远，李钱手指摸了摸手机边缘，用力的握了一下，眼底浮现出一抹失望。就差一点点，我就加到薛曼的联系方式了。薛曼这个女孩子比我想的有意思，单纯可爱。不知社会险恶，没有恋爱经验，对爱情充满幻想，家境小富，勉强符合我对女朋友的标准。没关系，机会还多的是，她迟早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李钱把手攥紧，又看向另外一边，正在没心没肺打游戏的扬州，眼底闪过一道光，咧嘴邪笑。没想到这个傻憨的扬州桃花运倒是不错，挺吸女生的。卫生间里，薛曼担忧地看着脸色苍白的江明月。明月，你要是不舒服，咱们要不先回去？江明月沉默，身体有些发抖。明月，你脸色怎么这么白？你到底哪里不舒服？看他不说话，薛曼有些着急，以为他难受的厉害。江明月皱着眉，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向他解释。其实他身体没有不舒服，脸色苍白完全是因为想到了薛曼上辈子惨死的景象。那天他从楼顶一跃而下，鲜红的血在地上流淌，像一条河，怎么都流不干。尖叫声、警报声、救护车的声音，混乱、惊恐、嘈杂。年轻而鲜活的花朵就这样轻易被折断、凋零，融于泥土，碾作尘埃。明月，你的手好冰啊！薛曼轻柔的声音将江明月从回忆中唤醒，半晌什么都没说。那些经历只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对于薛曼来说，那些痛苦还没有发生，所有的悲惨都还没有开始。这一次，我要把一切不幸的萌芽扼杀在摇篮里。我不能保证这辈子薛曼一定会幸福快乐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但至少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活着。曼曼，我突然有些累了，不想玩了，我们要不先回去吧？行，我去和妍妍他们说一声。郑妍妍和扬州打游戏正起劲，表示先不回去。江明月坐在那里，抬头安静地望着那些在笑在闹、青春肆意的大学生们，眼波平静，不知道在想什么。他的视线扫过了正在打游戏的扬州和郑妍妍，扫过了和其他女生兴致勃勃攀谈的李钱，还有笑得得意的方明哲。这就是青春吗？也许会夹杂利益算计，但也是纯粹热血的青春。最后，他对上一道深邃又充满探究的视线，隔着重重人群，他的视线和陈星的视线在空中交汇。喧嚣的人群里，他和他一样沉默，因为只有他们两个有着不属于这里的灵魂。下一瞬，陈星挪开了视线，将目光落在远处隐藏在雾气中的大山上，神色冷淡。江明月收回视线，这时薛曼也跑回来。走吧，明月，我让他们瞒着，我陪你回去。我让人安排了一个学弟开车送我们。好，那我们走吧。江明月站起来，和薛曼先退了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先把薛曼带走，隔绝他和李钱接触的机会，然后再想办法。两人走到停车场，熟悉的车开到面前，车窗摇下来，但里面开车的人并不是薛曼说的学弟，是一张冷漠又熟悉的脸。江明月怔了一瞬，这人刚刚不是还在那边，什么时候跑到这边的？陈星淡淡开口，还愣着干嘛？赶紧上车，送你们回去。薛曼反应过来，拉着江明月一起在后排入座。陈星不说话，神色冰冷，江明月也不说话，眼神放空。薛曼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索性也保持沉默。薛曼在心里暗道，不是让他们安排个学弟送吗？怎么把陈星弄过来了？一时间，车内沉默的可怕，只有车轮和地面摩擦的声音，还有外面的风呼啸而过的声音。终于，车子开到宿舍楼下，薛曼松了口气。他抬眼看前面开车的陈星，又看坐在旁边的江明月，发现他脸色好了很多，没有那么苍白。于是薛曼很识趣的先下车。明月，我先去超市买点东西，等下咱们在宿舍见。好。薛曼走了，车里只剩下江明月和陈星，氛围更加沉默。女人坐在后排，两个人都没有开口说话。自从上一次被拒绝后，再次见到陈星，江明月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有尴尬有无措。陈星从后视镜看他一眼，发现他脸色好转很多，心里也松了下。看江明月沉默不语，丝毫没有要说话的意思，陈星有点生气，怎么和别人就那么多话要说，和我就没话说了？怎么面对我时永远都是这副平静无波的死样子？真想激怒他，我宁愿看他生气羞窘难过，也不想看他平淡如水，把我当做空气的模样。江明月发誓，他真的不知道陈星脑补这么严重，若他能听到陈星的心声，一定要为自己辩解。他真的只是社恐，不善言辞，绝不是把他当空气。坐过来。淡淡的嗓音突然打破沉默。江明月抬头愣了一秒，才反应过来，点头同意后，江明月在副驾驶坐好，安静淡然。陈星用余光瞟他，江明月也在用余光偷偷观察，内心纠结，他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总是开不了口。看来我还是不够勇敢，我到底还是没有别人脸皮厚，只被拒绝一次就畏手畏脚，不敢再继续了。可是我曾经拒绝他那么多次，陈信却不厌其烦地一直追在我身后。原来追求一个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江明月有些懊恼，他在懊恼自己的懦弱，
懊恼自己勇气不足，也后悔曾经肆无忌惮地伤害他。难道这就是因果轮回？他怎么这么纠结懊恼？皱眉的模样，好像就是不想和我待在一个空间，和我待在一起，就让他这么难受，还说喜欢我，骗子！他们两个，一个不善言辞，一个脑补过度。他越是不说话，他想的越多。陈星冷着脸，毫无预兆地开口：“亲我啊！”江明月眼睛微微睁大，怀疑自己听错了。他没想到画风变得这样快。你刚才说……他猛地轻身压过去，在距离他5厘米的地方停下，对上他水润的眸子，又重复了一遍：“我说让你亲我。”男性的气息喷洒在他脸侧，吹得他耳朵痒痒的。江明月咽了下口水，有点突然。他没准备，上次亲他已经用尽他所有的勇气，这次心跳得更快，眼中闪过纠结，僵持2秒。陈星眼里划过失望：“不是喜欢我吗？怎么不敢亲？”可你不是说你是不会和我在一起的，不让我纠缠你了吗？所以呢，到底亲不亲？江明月虽然心里觉得他莫名其妙，但还是打算听他的话。不管了，他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颤抖着伸出手，抓住他衬衣的领子，闭着眼睛准备亲他。江明月预想中的触感没有传来，因为陈星又伸出手指按住了他的唇。他睁开眼，有些茫然和无辜。不是他说的让亲他的吗？又怎么了？陈星突的嗤笑一声：“江明月，你还真是听我的话。”他重新靠回椅背，眼神转冷，无情道：“没意思，下去吧。”江明月彻底懵了，搞什么啊？一会儿让亲，一会儿不让亲，神经病！看着他冰冷的侧脸，毫无感情的眼神，江明月突然懂了，他在耍他。他什么都没说，气呼呼的下了车。虽然他亏欠他许多，不管现在他要怎么对他，都是应该的，可他还是好生气。接连被他耍了2次，是又羞又气。他头也不回的进了宿舍楼。可陈星看着他气呼呼的背影，唇角不自觉的勾起，心情莫名其妙好了很多。亲男人却被男人拒绝，只因男人前世被女人抛弃，这一世不想有瓜葛。陈星把江明月送回宿舍，石蕊刚好走到宿舍楼下，亲眼目睹陈星主动贴近江明月，眼里的嫉妒压都压不住。不过看到后来陈星黑着脸让他下车，石蕊心里舒服多了，咬着唇愤愤的走了。陈星停在原地许久，然后握紧方向盘，将车开出学校，行驶至人烟稀少的郊外，车速开到最大，在路上驰骋，尘土飞扬。1个小时之后，他停下了车，整个身体俯在方向盘上，爽了！我好像找到了正确打开江明月的方式。我这么耍他玩，他竟然都没有骂我，只是生闷气。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模样，才能看到他发怒？我就是不喜欢他那一副冷清清、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我就是想看到更多的情绪化出现在他身上，喜也好，怒也好，那样的江明月更加鲜活，更加真实。女生宿舍，江明月猜不到陈星的想法，他就算想破脑袋，都想不到陈星是故意想激怒他，只觉得他越来越莫名其妙。难道是上辈子自己带给他的伤害太严重，所以导致他现在喜怒无常？想不明白，江明月不由自主地深深叹了口气。唉，今天大家都在宿舍，郑妍妍正和刚结交到的游戏搭子打得火热，2个人激情开麦，在游戏里喷敌方。徐清河之前一直比较忙，家里也有自己的集团公司，此时也一边听歌一边护肤，偶尔还要打几个电话，安排公司里的事情。薛曼追着他的霸总剧，最近的他对爱情着实有些向往。听到他叹息，3个人都很关心地看过来。怎么了，明月？身体还不舒服吗？没有。江明月犹豫了2秒，还是决定把陈星的反常给大家讲讲，希望他们帮忙分析一下。一聊到感情话题，3个人就来劲了。薛曼关掉短剧，徐清河按灭音乐，郑妍妍让扬州等一会儿，3双眼睛聚焦在他身上，聚精会神的听。江明月有点不好意思，盯着6个灼灼的眼睛，把这2次陈星的行为全都出卖了。你们说他到底想不想让我亲他？问出这话，他脸都红了。徐清河突然扑哧笑出了声，笑声越来越大，在凳子上笑得前仰后合。哈哈，没想到陈星这么狗，真看不出来，他居然是这种人。郑妍妍打断他魔性的笑声，别笑了，何姐，你再笑，明月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只有薛曼神色认真的帮忙分析。以我10年偶像剧剧龄来分析，我觉得他应该是想的吧，只是碍于某种原因，或者是心里有什么障碍，所以又要拒绝你。总的来说，就是又想又不想。徐清河收敛起笑声，别管他想不想，下次他再这样，你就趁其不备，直接亲上去，看他啥反应。不能每次都让他耍你，你得反过来耍他。我没谈过恋爱，也看不懂这种行为。不过这波我站何姐，有时候想那么多没有用，直接干。然后郑妍妍又把话题丝滑地转到徐清河身上。对了，何姐，我今天看那个方明哲老围着你献殷勤，你俩什么情况？徐清河漫不经心道：他想追我啊？你不是有男朋友吗？早分了。哦。话题结束，对徐清河这短暂的爱情，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徐清河是他们宿舍恋爱经验最丰富的，自从他们认识到现在，徐清河已经换了7个男朋友了，每一段都不会长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观。他们作为朋友，不会对别人的恋爱指手画脚，不管是长情还是追求刺激，都是自己的选择。熄了灯，江明月又打开手机，疯狂在书架上添加书籍，比如女追男隔层纱，爱情大师教你如何拴住男人的心，撒娇女人最好命，深度解读男人心。想不明白什么就多读书。除读书以外，江明月还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健身计划。我的身体实在太差，得先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这样才有精力去追陈星。以后每天早上我要出去晨跑半个小时，改善身体素质。室友说外出晨跑，转头就去偷看男人。江明月像个鹌鹑一样，只敢
悄悄偷看，可还是被陈星发现了。江明月回神，撞上迎面跑来的陈星，神色一顿，又想起他昨天在车上冷漠地说：“下去吧。”两个人之间还有一小段距离，他在思考要怎么打招呼才能不那么尴尬。陈星几步就到了江明月面前，他还没想好怎么开口，人已经到了跟前。江明月眼睁睁看他从他身侧跑过去，像风一样都没给他一个眼神，好像不认识他一般。他收回目光，眼里闪过落寞，继续用他的龟速前进。陈星今天可能不想和我说话吧，那我就先跑步吧，找到合适的时机再说话吧。两个人背道而驰，江明月没有看见。陈星跑了一段距离后，突然回头看了一眼，发现他正以蜗牛的速度离他越来越远，一点回头跟上他的意思都没有，心里气恼。我不说话，他就不能主动说话吗？我不打招呼，他就不能主动打招呼吗？我没理他，他就不能换个方向主动跟上来吗？这就是他说的喜欢，骗子！他以前对楚年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陈星脸色沉沉，脚下的步伐更快了，风驰电掣般从操场上闪过。2分钟后，江明月再次看见了陈星，眼里都是讶异。这人跑得也太快了吧，我才跑半圈。陈星看见他眼里的惊讶，就这么不想看见我，看见我也不说话，这次还是不说话，又要无视我。江明月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看到了他像锅底一样黑的脸色。难道他今天心情不好？那还是别惹他了。这辈子的陈星真的有点喜怒无常，我要努力减弱自己的存在感。他缩着脖子往旁边的跑道挪了挪，给他让开路，打算静悄悄的和他错开。看到他不着痕迹的换跑道，陈星眼里的黑色开始翻涌。好啊，又要当我不存在是吧？我偏不。就在两人即将擦肩的那一刻，陈星向旁边跨一步，进入江明月的那条跑道。江明月没料到他突然变道，也没时间去反应，直直撞进他怀里。他本来就跑得比他快，这一撞，江明月差点向后飞出去，一双有力的手托在他后腰上，把他拉回来。你撞我干嘛？陈星先发制人，倒打一耙。难道不是你撞我吗？明明是你不知道躲开，你要是和我一个方向，怎么会撞到我？陈星故意强词夺理。江明月震惊地看着他，从来没想到陈星竟然还有这么无耻的一面，这颠倒黑白的能力让他哑口无言。他嘴笨，不知道怎么反驳，只睁着大眼睛瞪他。为了避免你再撞到我，从现在开始，你要跟在我后面，和我同一个方向跑步。看他气鼓鼓地瞪大眼睛，陈星挑了挑眉，压住微微扬起的唇角，提出了无理的要求。江明月抿唇，懒得和他计较，默默调准方向，跟在他后面。不知道他今天又在发什么疯。陈星重新跑了起来，听到后面缓慢的脚步声，唇角微微扬了下，又恢复面无表情的状态，故意放慢了速度，不再风驰电掣般的跑。又跑3圈之后，背后没动静。陈星回头发现江明月没跟上来，站在原地掐着腰喘气。他跑回去，怎么了？我跑不动了，今天就跑到这里吧。切，这就跑不动了？你这身体也太柔弱了，太没用了。他表情欠欠的。江明月捏紧拳头，我怎么有一种想打人的冲动？陈星是被人夺舍了吗？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说话这么多？不对，以前我就没怎么和他说过话。江明月不想和他计较，谁让他这辈子他是理亏的那个。我要去吃饭了，你去不去？他思考了几秒，淡淡应道：江明月率先向前走去，陈星慢慢跟在他侧后方。恍惚间，前面那抹窈窕的身影和记忆里高中的少女身影重合。那时候我也是这样，无数次跟在他身后。高中啊，那是好多年前了吧？现在我的身体还年轻，可我的心早就腐朽不堪。但是江明月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她还是像从前一样年轻漂亮，身姿妖娆，像鬼魅一般，一个眼神就能将人心勾了去。就连现在路上擦肩而过的学长学弟都不自觉想停下来多看他2眼。为什么心已经老去的人只有我一个？为什么被感情伤害的人也只有我一个？凭什么？越想越生气，陈星突然沉下脸，加快迈步的频率，2下就超过了江明月，走到前面。我才不要一直看着他的背影，我才不要永远做他背后的窥探者，我该向前看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从这个背影里好像看到了愤怒，他又生气了。我走个路也能惹到他，难道是因为他不喜欢别人走他前面？江明月在心里默默记下，以后要让他先走。江明月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漫不经心地数着脚下踩过的石子。陈星走了一会儿，根据背后的脚步声判断他的距离。从前都是我看着他的背影，如今也叫他好好看看我的背影吧。陈星略带赌气地想着，却不留痕迹地放慢速度。等他追上来，忍不住悄悄回头看了一眼，却发现女孩正低着头踢着脚下的石子，根本就没有看他。他竟然不看他。果然，他说的喜欢都假的，真的喜欢一个人，只要那人在场，视线根本就不会舍得移开。问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就是从前江明月在的地方，我的视线从来不会放到其他地方。果然，江明月就是没那么喜欢我。刚刚平静的心又开始波涛汹涌，陈星突然停住脚步，背对着身后的人。江明月根本就没看前面，更不知道他早就停下了，还在继续往前走，直直撞上他的后背。干嘛突然停下啊？陈星转过身，突然伸手揽住他的细腰，用力往他怀里一拽。江明月一惊，结结巴巴的开口：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他不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事，惹他不高兴了，盯着他近在咫尺的唇，亲他一下，他是不是就不会生气了？这次不用他开口，我要主动。江明月脑子一热，毫无征兆的突然踮脚吻上去，手紧紧抓着他的衣服，紧张的颤抖。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肥皂香，有些薄荷的味道，还夹杂着一种冷冽的木质香。江明月闭着眼睛，睫毛轻颤，整个人都在发抖，认真的亲吻他。他不会接吻，只是胡乱在他唇上轻啄。陈星被这突然的举动弄得猝不及防，漆黑的瞳孔蓦然放大，心脏像被电击一下，他浑身僵硬，怔了
了2秒，回过神后猛然抬手扣住他的后脑勺，揽着他的腰将人往后推，抵达树前，用粗壮的大树掩住2人身影，一瞬间大脑空白，理智全无，发疯般在他娇嫩的唇上吸水，吻了20分钟，他终于舍得放开了，急促的呼吸着。江明月靠着树干，脑子迷迷糊糊的，感觉有点缺氧，喘不过气，眼里的迷离逐渐淡去，恢复清明后，脸色羞红，抬手摸摸唇，有点疼，不会肿了吧？刚刚他亲得很用力，这是我的初吻，也是他的初吻吧？他怎么吻我那么久？江明月低着头平复好心情，看了下时间，轻声道：“我到点了，要去上课了。”陈星抬起头，松开他，神色恢复正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语气淡淡道：“去吧，拜拜。”平静道别，急匆匆去上课，慌乱的脚步出卖他的心情，目送他的背影走远。陈星下意识勾起唇角，笑容却忽然僵在脸上，有几分懊恼自己刚刚失控，在教室发呆，心不在焉的听着课。同桌郑妍妍戳了戳他，小声道：“明月，你今天怎么了？好像不在线啊。”我没事。因为他一直在想早上的那个吻，心里乱乱的，一想起他吻他的画面，脸就发热。郑妍妍看出点端倪，你一大早上起来干什么去了？脸这么红。嘘。江明月做贼似的往四周看了看，小点声，我去跑步了，啥都没干。跑步的时候遇到谁啦？江明月低头，十分不好意思。陈星，我就知道，所以你们俩干什么了？没干什么啊，没干什么。你脸这么红，他亲你啦？郑妍妍简直料事如神。江明月睁大眼睛，略微惊讶。我说对了吧？郑妍妍悄悄打开手机，立刻把这个消息分享到宿舍群。她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心已经压不住了。劲爆消息，陈狗忍不住出击了。陈狗是他们宿舍给陈星起的代称，因为他们经过判断，一致认为陈星太狗了。消息一发出去，立刻有人回，看来大家都在摸鱼。陈狗干什么了？他亲了明月。艾特明月，亲的哪里？不要八卦了，好好上课。我出5毛，仔细聊聊。我刚睡醒，你们在干什么？曼曼，你今天没课啊？上午没有，下午上，所以你们在聊什么？没什么，你接着睡吧。妍，赶紧上课，晚上回宿舍细聊哈。江明月一天都心不在焉，他隔一会儿就看一下手机，没有等到期待的消息。今天他吻了我，那是不是说明他还是很喜欢我的？那他到底原谅我没有？我们这样算不算又在一起了呢？一天了，陈星都没有发过消息，说过话，难道就没什么要和我说的吗？江明月忍不住了，真的很想和他聊聊，于是主动给他发了消息，出来聊聊，晚上9点在操场旁见一面。晚上天色漆黑，陈星没有回消息，江明月如约等在操场旁的长椅上，不管他来不来，他等到10点就走。这里晚上是情侣约会的绝佳圣地。等了半个小时，陈星不紧不慢地走过来，江明月静静注视着他，陈星在他面前站定，微弱光线之下，神色灰暗不明。走，他用眼神示意江明月要往树林里面走。江明月怔了一下，站起来看他，小声道：“要去里面吗？里面都是情侣。”所以呢？江明月不再说话，跟了上去。他乖乖地跟在身后，耳边总能传来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走了一会儿，陈星停下，这里漆黑一片，江明月只能借着月光和零散的星光，勉强看到他的脸，看不清他的神情。你想聊什么？江明月咬咬唇，2只手紧张地搅在一起，小声迟疑：“你今天亲我，是不是还喜欢我？”空气安静几秒，耳边突然响起他的嗤笑声，带着淡淡的不屑：“切，亲了你就是喜欢你吗？你这么漂亮，谁不想亲？送上门来，哪个男的会拒绝？”戏弄的意味十分明显。你……江明月睁大眼睛，深吸了口气，忍住想给他一巴掌的冲动。你要是不愿意，可以走啊，离我远点。我愿意。我只是和你玩玩，你也愿意？我愿意。他抬眸看他，语气坚定，神色认真。陈星收起眼里的玩笑，沉默几秒。既然你想和我玩，也不是不行，现在就玩玩。这还在外面。怂了，那算了。算了？什么算了？那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我们只是玩玩，别太认真。或者你想做我的地下情人也可以。江明月睁大眼睛，不可置信。他让我做地下情人，难道我很见不得光吗？怎么，你不愿意啊？不是说喜欢我吗？行，地下情人就地下情人吧，总有能转正的一天。陈星一怔，我就随便一说，还真同意啊。出乎我的意料，那我需要制定几条规则。第一，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的关系，在公开场合可以让别人认为你在追我。第二，你要时刻谨记，我们只是玩玩，我有权利和任何人在一起，但你不行，在关系结束之前，你只能和我在一起。第三，你要随叫随到，履行女朋友的义务，但我不需要承担男朋友的责任。不过，江明月，我给你一个反悔的机会。这3条简直比不平等条约还不平等。江明月称呼它为陈氏条约。仔细想想，第1条和第2条我可以接受，就当是因果轮回，我的报应吧。第3条，履行女朋友的义务，我需要履行什么义务？陈星想了想，模糊地说道：任何时候我想和你亲密接触，你都不能拒绝。江明月犹豫，眼里有些挣扎。你接受不了，那以后就离我远点，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他转身要走，江明月立刻拉住。我接受。他咬着牙接受了这3条极其不平等的陈氏条约。陈星转身继续补充，义务还包括照顾好我的日常生活，服从我的指令。行。江明月咬牙，也不差这点了。看他咬着唇愤愤的样子，陈星轻笑一声，走吧，送我回去。啊，不应该是你送我吗？哪有女生送男生的？切，
歉，搞清楚你的身份。好吧。男生宿舍楼下几乎没有什么人，和女生宿舍楼下对比鲜明，只除了他俩这一对另类的情侣。到了，我走了。陈星轻咳一声，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江明月似乎懂了，走过去环顾四周，发现没人在看时，立刻踮起脚，在他脸侧亲了一口，亲完快步跑开了。陈星站在原地，直到他的背影彻底消失，才转身回去，心情颇好。校花喜欢上了同一个男人，今天故意找茬，趁着校花不注意撞倒了校花。此时石蕊双手抱胸，低头看着坐在地上的江明月。你不会怪我吧？真是不好意思哦，不小心撞到你了，太抱歉了。江明月微微蹙眉，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人都道了歉，他也不好计较什么。没事。正准备起身，石蕊又撞了江明月一下，就算再好的脾气，江明月也俏脸微寒，对上女人戏谑的眼神，发现她可能是故意找茬的。我应该从未得罪过他吧？石蕊之前就喜欢陈星，早就看不惯江明月，今天就是故意找准时机撞他的。你干什么？不好意思啊，同学，我正准备走呢。太慌张了，就又撞到你了，实在不是故意的。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大家都是校友，你不会这么小气吧？这点小事都要计较，我都已经道过歉，你怎么还抓着不放啊？女人巧舌如簧，周围有好多路过的女生频频观望，几句话把江明月放在架子上烤，先表明自己不是故意的，又诚恳道歉，好像要是他计较这点事，就是他心眼小，得理不饶人。大家都是成年人，总不好因为这点事就撕破脸，大打出手吧。江明月不善言辞，嘴唇动了动，心里不爽，想张口，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反驳。石蕊挑衅地看着他已经示弱了，料定江明月没办法继续追究，要是他因为这点小事计较，他就把他挂到校园墙上去，脑子里都想好标题：计算机系冷面女得理不饶人。江明月吸了口气，察觉到越来越多的目光聚集到他身上，有探究的，有吃瓜的，浑身像长了刺一样，扎得难受。他讨厌被聚焦的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只想赶紧逃离，躲开这些视线。一只手突然拦住他，是徐清河。徐清河叉着腰，开口就对着石蕊破口大骂：你妈有没有教过你什么是礼貌？撞倒别人一次就算了，哪有又撞一次的？轻飘飘一句道歉就完事了，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吧？石蕊一愣，被说的脸色通红，着急反驳：不就是不小心撞一下吗？你们至于这样咄咄逼人吗？说这么难听。徐清河早就知道石蕊是什么德行，这石蕊喜欢陈星也不是什么秘密，他有好几次都撞见石蕊给陈星献殷勤，要别人说自己是无意的，他可能会相信，但是这女人，徐清河100%确定她就是故意的。徐清河脾气暴，见不得自己人被欺负，他也不是爱在嘴上和人磨叽的性格，直接飞身撞了过去，把石蕊撞倒，顺便还踢了2脚，再满脸堆笑：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你石蕊气急败坏，抬眼瞪徐清河，结果被徐清河凶狠地瞪了回去。算了，最近薛曼把外联部部长给了徐清河，他势头正盛，家里还有钱，不太好惹，而且听说这学期还要竞选咱们院的学生会主席。石蕊没再说什么，忍了这口气，灰溜溜地走了。回到宿舍，江明月用亮晶晶的眼神看着徐清河，真是太爽了，原来看别人吃瘪这么爽，他要是有徐清河这张嘴就好了。徐清河正准备换睡衣，心里一毛，别这么看姐，姐性别女，爱好男。薛曼和郑妍妍睁着4只八卦的眼睛凑了过来。怎么了？怎么了？江明月给他俩讲了一下刚才的事，然后徐清河收获了6只亮晶晶的眼。哎呀，一点小事，不要这么看我了，大晚上的跟灯泡似的，怪吓人的。何姐威武，果然我把外联部交给你是正确的。何姐太牛了。行了行了，低调低调，我看这事都是陈狗的锅，都是他惹来的桃花债，那女的是陈狗的追求者。竟然是因为陈星，怎么好像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只有我不知道呢？难道我对陈星的关注真的不够？我就说嘛，我们明月平日里都不怎么和别人说话，怎么可能得罪人呢？原来是因为陈狗，隔壁那个石蕊和我们一届，确实经常往陈星眼前凑。去年七夕，石蕊当众送了陈星一条自己织的围巾，被当场拒绝了。拒绝就对了，有我们明月在这里，还能有那石蕊什么事？就他那长相，清汤寡水的，连我们明月1/10都不够。江明月眼神一闪，去年七夕他在干什么？忘记了，时间太久远，但是他把织围巾这事默默记在心里。从小到大，陈星送了我无数礼物，但是我好像什么都没有送过他。这样一想，自己说的喜欢，好像真的只是停留在嘴上的喜欢，实际什么行动都没有，怪不得他总不相信。此刻的石蕊在想，到底怎么样才能走进陈星眼里？到底要多漂亮，他才会多看我一眼啊？我都这么主动了，为什么陈星就是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呢？真不知道江明月除了脸好看点，到底有什么魅力？石蕊愤愤不平，心有不甘。江明月搜索着织围巾教程，他想亲手为他做点什么东西。睡觉之前收到陈星的一条消息，这么久，他终于主动给他发消息，内容言简意赅：明早7点40给我买早饭，送到宿舍楼下。好的，得，我现在成跑腿的了，谁让我同意陈氏不平等条约？爱不得，进一步惶恐，退一步难受。江明月今天没有早八，但为了给陈星买早餐，还是早早起床，顺便跑步半小时。7点半，他拎着热气腾腾的包子豆浆，站在男生宿舍楼下等他。他往男生楼下一站，便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赶着上早八的男大学生，即
急匆匆出宿舍楼门，没想到一抬头就能看到这样清冷淑丽的美女，眼睛好像被洗了一下，都忍不住放慢脚步。耽误几秒钟，江明月绷着脸，那双多情水眸好像结了冰，浑身散发寒气，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高冷至极。那些新入学的学弟不认识他，原本想上去要个联系方式，但在看到他冷冰冰的神色，都犹豫了。打量他的视线越多，他越觉得难受，神色越冷。他轻皱眉头，看向楼门口，陈星怎么还不出来？正想着，陈星和方明哲一起走出来，江明月冲陈星招了招手，但没有喊出声。陈星快步走过去，接过他手里的东西，神色淡淡，感觉到周围的视线，突然抬手摸了摸他的脑袋。真乖，我先去上课了。江明月点点头，这一幕看得周围男生一愣一愣的，眼里流露出羡慕。方明哲一脸吃惊：老陈，怎么回事？我没睡醒吗？这个世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我靠，你啥时候拿下江明月的？也不告诉我，太不够意思了。我可没和他在一起，是他在追我，我还没答应。切，不过最近老陈终于正常了，起码像个人了。刚开学那几天，老陈就像个冷冰冰的机器一样，跟换了人似的。现在好歹有血有肉，能说能笑的。为和家里闹掰，家里便停了他的生活费，只能没课的时候去发传单兼职赚钱。也因为不会偷懒，每天的工作都让他很忙很累。这几天的陈星收不到江明月的信息，心情极差。石蕊还一封封的送着情书，不过都被陈星丢进了垃圾桶。江明月发传单赚了500块钱后，就重新找了新的兼职，学校门口的奶茶店，1小时20元。他忙着学习和赚钱维持生计，一直没有找陈星，而陈星也很久没有找他。陈星在等他找他，而江明月也在等他找他。其实心里对他说的那些条约还是有点介意的，他好像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发泄欲望的工具。那我主动去找他的话，岂不是说明我明知道会发生什么，还是要主动送上门去？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很廉价？您好，我要2杯柠檬茶。好的，请扫码下单。江明月抬头看了一眼，愣了一下。嗨，明月。江明月表情突地沉了下去，心里咯噔一声，最近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关注别人。薛曼和李乾什么时候关系这么紧密了？以我空白的恋爱经验，也看不出来两人到底谈没谈。不管谈没谈，我现在都得把他俩拆了。李乾这人不能说是良配，简直就是毒配，会要命的那种。好了，你们的柠檬茶。曼曼，你在和他约会吗？瞎说什么？是李乾找我帮了一个小忙，非要请我喝饮料。曼曼，我马上就下班了，你能留下等我一会儿不？我有事情想和你说。江明月拉着他的手臂，眨着眼睛祈求，心里已经料定这是李乾精心设计好的套路。好，那我去和李乾说一下。江明月不知道薛曼和李乾说了什么，他看到李乾往他这个方向望了一眼，江明月有一瞬间感觉自己被蛇盯上了。回宿舍路上，江明月开门见山：曼曼，你喜欢李乾吗？怎么突然问这个？我记得你好像有个青梅竹马在建筑学院。你说赵震啊？对，没错，就是这个名字。江明月记得这个名字，上辈子薛曼死后，赵震异常愤怒，在关于薛曼的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他却坚信薛曼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为了给薛曼报仇，他将李乾打了个半死，最后被李乾告上法庭，判了半年，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拿到。出来以后，已经傍上富婆的李乾没有轻易放过他。坐过牢的赵震很难找到工作，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都被李乾搅和了。最后他没有办法，只能以捡垃圾为生。让江明月印象深刻的是，一直到他死前，赵震都没有结婚，捡垃圾还捡出了名堂。他把捡垃圾的钱全都资助给了贫困学生，圆他们的上学梦，甚至登上了感动中国人物。他就是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江明月略微沉思，心里有了主意。比起李乾那样的渣子，赵震这样的竹马和薛曼更般配。至少赵震的人品已经得到了印证，就算不能让薛曼幸福，但也不会对他太坏。赵震是我的邻居，他家就住在我家隔壁，怎么突然提起赵震了？那你和赵震关系怎么样啊？还不错啊，我妈和他妈是比较好的朋友，所以我俩小时候也经常一块玩，长大以后玩的次数就少了。但是没想到我们报了同一个大学呢，还挺巧的。我记得他是学建筑工程的，有点专业上的事情想问他，你能不能给我推一下他的联系方式？行啊。薛曼拿出手机，找到赵震的微信，立刻给他推了过去。江明月点击添加好友，备注是薛曼的舍友，对方没有回复，可能在上课。江明月收起手机，也不急于这一时，话题又回到了李乾身上，神色淡淡。曼曼，我不是很喜欢李乾啊，为什么？李乾看我的眼神怪怪的，让我感觉很难受。他每次在你看不到的时候，都使劲盯着我看。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啊！你不觉得他的眼神很奇怪吗？是吗？下次你仔细观察一下。江明月不再多说，点到为止。败坏李乾在薛曼心目中的形象，这事得一点点来。晚上，江明月在图书馆学习，赵震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很客气的打了招呼：你好，听曼曼说你有些事情想问我。江明月想了想，在键盘上敲字：能不能见面聊？他对赵震的了解仅限于上辈子从别人嘴里听到的那只言片语，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得亲自见见才知道。对方显示正在输入中，好半天没有回复。江明月怕他误会，又补充道：有关薛曼的事很重要。这次对方很快回复：行，什么时候？你现在有空吗？我在图书馆。刚好我也在，你在几楼？3楼南区。我去找你。几分钟后，你好，我是赵震。你好，我是江明月，薛曼的舍友。最近有人在追薛曼，赵震，你一直都暗恋薛曼，对不对？赵震瞳孔猛地放大，心里一惊，他怎么知道的？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吧？就连我身边的很多同学朋友都不知道。
知道这件事。是的，没错，他喜欢薛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一直把这份感情牢牢藏在心底，不敢告诉任何人，也不敢让薛曼知道。他害怕薛曼知道以后会疏远他，连朋友都没得做。他为什么不表白？因为他太了解薛曼了，也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是他喜欢的那一款。因为知道自己表白失败的概率是99%，所以他根本不敢轻易去尝试。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薛曼？我怎么知道的？你不需要知道。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喜欢薛曼，你要赶紧出手，否则你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上辈子他在电视上看过有关赵震的采访，记者问他，如果能回到过去，你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赵震的答案是，我要告诉他我喜欢他，我不会再犹豫畏惧，浪费人生的一分一秒。赵震没有回到过去，可江明月回到了过去。图书馆很安静，他的呼吸声在寂静的氛围里显得格外急促。赵震眼神复杂，心里有些微酸涩，自嘲又无奈地笑了笑。可我不是薛曼喜欢的类型，他不会和我在一起的。没关系，我帮你。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现在追薛曼的是个渣男，我不希望他被伤害。那你怎么肯定我就是好人，不会伤害到他？你问题太多了，你就说你到底想不想追到薛曼？当然想啊。那你就听我的，我会帮你的。两人达成了共识，赵震不再刨根问底，江明月松了口气。江明月坐在窗边一张小桌上，桌子小到刚好只能坐2个人，周围有些学生，不是很多。赵震坐在他对面，因为怕影响到其他人学习，只能压低声音说话。为了方便交流，2个人凑得很近，在外人眼里好像一对在说悄悄话的小情侣。10米之外的图书架后，陈星侧着身体，隐藏在架子后面，静静地注视着，脸色沉沉。江明月好像和人聊得很开心啊。他记住了坐在江明月对面的那个男生的脸。陈星拿出手机，打开聊天界面，上面显示的聊天记录还在5天以前。他扯出一抹嘲讽的笑，打出几个字：在干嘛？江明月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拿起来，有些微惊讶，心头一跳。在图书馆学习。一个人吗？江明月抬头看了眼对面的赵震，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心虚了一下，很快敲了一个字：对。我也在图书馆，你在哪里？我去找你。江明月手指一顿，抬头看向赵震，说自己要学习了，让他先走。赵震离开这层楼后，他才继续报了自己的位置。他怕陈星会误会，所以才让赵震走的。只是他没想到，陈星就在这一层，亲眼目送赵震离开。他的举动在他眼里透着欲盖弥彰的味道。陈星将手机收起来，从另外一侧绕出去，又从另一个入口进来，装作自己从其他楼层刚刚过来的。馆内，男人刚刚吃了女人的醋。江明月，我想你了，我还有些吃醋呢。但是这些话到了嘴边，那该死的自尊心作祟。为了维护他此生的尊严和曾经立下的誓言，再喜欢江明月他就是狗。词句被自动修改成我想接吻，好像拉着满足生理需求的幌子，就会让他在这段关系中占据上风。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写完。想到刚才他和别的男生这么近，陈星眼神变了变，俯身吻了过去。江明月慌忙推开他，但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刚刚那集短暂的一吻已经被人拍了下来。江明月回到宿舍，明月，你终于回来了。曼曼，怎么了？明月，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干坏事去了？啊，爷爷，你说什么呢？哈哈，明月，你和陈狗在图书馆接吻的照片被挂校园墙了，还有人 diss 你呢。不是，我说你们也太勇了吧，直接在图书馆亲啊，也不找个背着人的地方。江明月拿起手机，校园墙上一张高清特写版照片映入他的眼帘，评论区吵得很厉害。图书馆是用来学习的，情侣能不能不要在这里谈情说爱？对呀，很烦的。单身狗破防了。楼上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经常在图书馆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张照片有点唯美，是怎么回事？他俩坐的位置那么偏僻，好像也没影响到别人吧？图里这两人颜值好像蛮高的，有认识的吗？颜值高怎么了？颜值高就可以没有素质了吗？你们这群颜狗！颜狗怎么了？颜狗招你惹你了？你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接下来话题歪得离谱，两拨人对骂起来，随便抓住一点各种攻击。江明月有些汗颜，他将说截屏发给了陈星，想了想又给他发了一条消息，语气小心翼翼：下次我们要不还是注意一下场合吧，容易挨骂的。等了5分钟，陈星回了消息：这照片拍得很不错，江明月，如果你在100个不同的场合和我接吻，我们的前尘往事就一笔勾销，我就原谅你，好不好？江明月手指停留在屏幕上，迟疑了几秒，打了个好字。100个吻换曾经种种往事一笔勾销，其实还挺划算的，就是需要在100个不同场合，有点难度。石蕊看着手机，脸色惨白，尤其是他发的那条说表白大2陈星的第10天，就在那张照片的下面，显得像个笑话。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很主动了，为什么陈星就是不接受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对一个男生心动，却被拒绝得这么惨。石蕊深受打击，没事，又没官宣，男人的心变得最快了。男人嘛，不就是图一个新鲜感？
江明月再漂亮，也有被玩腻的一天。我不相信我会输。此时江明月这边答应过要帮赵震，于是开始旁敲侧击打听薛曼的喜好。曼曼，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呀？我比较喜欢眉眼深邃、西装合体、大长腿笔直、有成熟味道的，而且特别帅的。现实中很少有这种。我说，如果你要找对象的话，你喜欢什么性格的男生？其实我也不是只喜欢他的长相，我只是比较喜欢霸道一点的男生，就那种说一不二，很酷的霸道总裁类型的。但是李乾和霸道总裁也联系不到一起啊。那上辈子的薛曼到底喜欢李乾什么？也许李乾摸清了薛曼的喜好之后，开始伪装，又或者薛曼本身性格绵软，缺乏主见，有选择困难症，他喜欢的是能替他做决定的人。江明月又开始旁敲侧击问薛曼最近的行程。曼曼，你有没有什么想玩的地方？怎么了，明月？你想出去玩了？不过可能要下周才能陪你出去了。这周末我已经有约了。有约了？我报名了一个志愿活动，去太阳福利院看望小朋友，一次能得4个积分呢，还是李乾帮我抢的活动。江明月大脑飞速旋转，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阻拦他。况且他们每个学期必须修够20分社会实践分，这个活动一次就能到手4分，他也没有阻拦的必要。若他几次三番阻止他和李乾，倒会显得他很奇怪。要不我直接告诉薛曼李乾是什么人，这样行不通。我没有证据，总不能红口白牙直接污蔑别人。而且这辈子李乾还没干出被富婆包养的事情，很难从他身上抓到把柄。江明月只得无奈在心里叹口气，然后给赵震通风报信，事情的关键还在赵震这里，希望他能给力点。赵震很快回复知道了，手机那头的赵震脸色沉了下来，垂眸思索片刻，终于下定决心，我不能再犹豫下去了，否则薛曼真的会爱上别人。刚好舍友抢到了周日去福利院的那个志愿活动，赵震说愿意替他去签到，舍友求之不得，既不用浪费时间，还能得到4积分。他爽快地把账号告诉赵震，追一个女生却被实力强大的情敌阻拦。这次志愿活动属于校青协举办，各个学院的学生都能报名，一共20个名额。上午8点半在学校门口集合，一起坐公交去。赵震到校门口的时候，李乾和薛曼已经在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江明月嘴里的渣男李乾，有些意外，果然是人模人样，看上去彬彬有礼、谦虚友好，根本看不出来是渣男体质。已经到位的有10几个人，薛曼和他站得最近，两个人不知道在说什么，笑得很开心。主要是李乾在说话，薛曼在听。赵震走过去，装作偶遇的样子和他打招呼。曼曼，真巧呀，你也报名了这个活动。哎，赵震，好巧呀。曼曼，这位是？啊，这是我的高中同学赵震。不只是高中同学，曼曼，我们明明还是初中同学、小学同学。对呀，说起来还挺有缘的，没想到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里。李乾眼神一闪，看向赵震的目光带上审视，赵震也在看他，眼神越来越锋利。李乾从他的态度中揣摩到什么，低头掩饰眼里一闪而过的不悦，抬头又是那副温和有礼的样子。看来赵震想和我抢人啊，不过这种人我还不放在眼里，赵震这样的直男绝对不是我的对手。赵震莫名读懂了他眼里的不屑，心头升起一股怒火。江明月说的没错，李乾的确很会伪装，那张脸永远戴着一副假面具。人齐了，咱们上车吧。薛曼上去的比较早，车上还有很多座位可以挑。曼曼，咱们往后坐吧，后面稳一点。好啊。曼曼，坐这里吧，这里舒服。曼曼，坐这边吧，这边好看风景。薛曼站在过道中间，有些为难，左看右看，不知道该拒绝谁。李乾目光一闪，早就看透薛曼性格的他立刻帮他做出决定。他拍了拍身边的座位，曼曼，快点坐下，后边人等着过呢。果然，薛曼一听自己挡到了后面的人，立刻在李乾身边坐下。赵震眼里划过失望，他一抬头，李乾对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好像在说你输了。第一次交锋，赵震败。下了车，赵震便展开攻势。曼曼，你还记得我们初中一起去给福利院捐物资那次活动吗？哎，曼曼，你在哪里读的初中啊？我在。曼曼，我妈昨天打电话还问起你了呢，说好久没见你了，让你下次放假去家里玩。我也好久没回过家了，还真有点想家呢。没事儿，再过1个多月就放寒假了。曼曼，你还记得小学班主任周老师吗？他摔断腿了，等放假咱们一起去看看他吧。真是不幸的消息。哎，曼曼，放假你一般都干什么？看看剧，和朋友出去耍耍。每次的攻势都被李乾轻松化解。第2次交锋，赵震败，而薛曼根本看不出来两人之间的剑拔弩张，他温柔的笑笑，咱们和小朋友一起做游戏吧。好啊，好啊。李乾和赵震异口同声，说完互相瞪了对方一眼。薛曼和哪个小朋友玩，李乾就参与进去一起玩。不一会儿，将那些小朋友哄得眉开眼笑。赵震也学他，陪小朋友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小朋友就是更喜欢和李乾玩。一个6岁的小朋友要玩过家家，他指定要让薛曼扮演妈妈，又指着李乾要让他扮演爸爸。薛曼看了李乾一眼，脸色悄悄变红。赵震不服气，他蹲下来问小孩：小朋友，你怎么不让我来扮演爸爸？小孩往后退了一步。哥哥你好凶啊，还是李乾哥哥温柔，曼曼姐姐漂亮，他们2个比较合适。我哪里凶了？你看，你现在就好凶，我要和李乾哥哥玩。赵震攥紧拳头，扭过头哼了一声。这小孩子明明就是被李乾收买了，他刚刚都听见了。李乾故意引导小孩提出玩过家家，还教小朋友说要指定他来扮演爸爸。
第3次交锋，赵振败，他气闷地坐在一边看他们玩，完全插不进去。咖啡店，江明月看着赵振一连发来的数十条消息，陷入沉默。果然，上辈子能脚踏4条船，同时把薛曼和3个富婆哄得团团转的男人，绝非等闲之辈。上辈子李钱傍富婆，但不止一个，他同时傍了3个富婆，并且脚踏几条船翻车之后，3个富婆竟然都没有怪他，反而开始争抢起来，纷纷给他送钱送资源，还给他投资拍剧，最后竟然强行把一个半分演技没有、颜值也不算出众的人捧红了，这一点就足以见得此人城府之深。赵振太耿直了，他一个单纯大男孩，根本玩不过800个心眼子的李钱。不过耿直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他专注地在屏幕上敲了几个字：下次找个机会单独约曼曼出去，不要李钱在场，这件事要尽快处理。李钱太会控场和带节奏，有他在，根本没有赵振什么事儿。而且我有预感，李钱已经把薛曼当成了囊中之物。女人重生回大学时期，女人还在考虑如何让闺蜜远离渣男，男人已经开始了这辈子的布局。此时陈星因为江明月没钱生活，给他转了1万元的陪玩费，便开始忙自己的事，盯着手机发来的消息，利用重生带来的先知，他步步为营，攒够一部分钱后，提前用500万抢下一块临海休闲旅游度假区的地皮。泽凡集团早就盯上了那块地，派人商谈了一段时间，一直在压价，价格压到了300万，眼看就快成了。卖家是一个年轻人，即将移居美国，急需用钱，知道对方想宰他，但是无可奈何，这地在他手里就是一块废地，远离市区，既不能耕种，也不能盖商业楼，也没有人在这里做房产开发。在他纠结着准备答应那极度不合理的价格时，陈星半路截胡，直接以500万的价格将地拿了下来。泽凡集团找不到人，打听了半天，才找到那块地皮的新主人，竟然是一名大学生，但对方并不觉得这是普通的学生，因为普通学生可拿不出500万。实际上，陈星自重生开始就着手投资布局，置办自己的资产。这次他500万买下这块地皮，并不是想干什么，这地远离市郊，除了像前世那般做旅游度假产业，也没什么好的归宿。建一个旅游度假区消费太大，前期建设需要钱，后期维护也需要钱，还有请工作人员，每月要固定的支出用来开工资，他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所以他拿下这块地，只是单纯想做中间商赚差价。之前这块地的主人着急移民拿钱，可他不着急，他有的是时间和泽凡集团慢慢周旋，他笃定泽凡集团一定不会放弃这块地，若真放弃了也没关系，等他资金够了，就自己开发做成度假区。上辈子这里的度假区建成后，生意也很火爆，短短1年就拿回了本金。泽凡集团办公室，总裁令四泽听完手下的汇报，怎么会被人截胡？蠢货，去找那人谈，这块地必须拿下来，开发方案、施工人手全都准备好了，没有地还干个锤子。可是对方要1500万。助理战战兢兢道：好啊，真敢要啊，准备，把人约出来，我亲自会回答。我倒要看看是哪里来的毛头小子，敢和令家作对，1500万，好大的胃口。绿水亭山包间内，陈星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气定神闲的等待，手指有节奏的轻敲起来。包间门被推开，令四则带着助理走进来，还未落座，陈星冷淡的嗓音响起：令总，你迟到了10分钟。对方一怔，在陈星对面坐下。令四则打量起对面的男人，有些意外，我以为自己会看见一个略有些嚣张的富二代，冲动的年轻男孩，我甚至故意迟到了10分钟，想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一个下马威。但这个陈星镇定的出乎我的想象，居然没有生气，仿佛只是一句无关紧要的提醒，就连语气也不尖锐，好像在和老朋友闲谈一般。我今年30岁，比对方大了10岁，来的时候我把对方当成了胡闹的小孩，看来现在不得不正视他了。陈星笑笑，我以为令总这样的大人物应该是守时的人，看来是我想错了。直接报底价吧，要多少你才肯松口？别着急，先喝杯茶，慢慢聊。别废话了，直接说吧，我赶时间。令总，原来你赶时间啊，可你迟到了10分钟，我还以为你不着急。10分钟，没完没了是吧？800万卖不卖？1600万。上次不是1500万吗？因为你们迟到了10分钟啊，1分钟10万。你知不知道和我们泽凡集团作对是什么下场？我们走，既然你没有诚意卖，那就算了，那地你自己留着吧。令总慢走，若改变主意，可以随时来找我。令四则走了，然后在包间外等了1分钟，彻底沉下脸离开了。陈星也不着急，笃定他还会回来。上辈子我和令四则交手近10年，我比令四则他妈还了解他。这个人有强迫症，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计划。不出他所料，不过3天，对方又找上了他，地点还在绿水亭山。这次没有迟到，令四则到得很准时，但陈星迟到了10分钟。这次你迟到了10分钟。哦，令总这么早就到了，我还以为令总会像上次一样比预定的时间晚，所以才晚出发了一会儿。上次我都没有介意你迟到，这次你应该也不会介意吧？1000万成交，合同现在就可以签。令四则一怔，看向对面答应的痛快的人，心里一点也不高兴，总有一种被算计的感觉，好像对方很清楚我的底线，然后踩着我的底线跳来跳去，这种感受已经很久没有过了。令总，加个微信吧，万一下次还有合作的机会呢。令四则黑着脸加了他。泽凡集团办公室，令四则回去以后，将合同狠狠摔在红木桌上，越想越气，已经很久没有人让他吃这么大亏了。去给我查陈星，事无巨细。令总，这个是陈
陈星的资料啊！我看看，是人就有软肋，而这陈星的软肋简直太明显了，爱而不得嘛。表意识去查这个叫江明月的，坑了令四则500万，陈星心情很好。令四则这个人一向睚眦必报，吃了这么大的亏，一定气得跳脚吧？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因为500万就招惹一个劲敌，把令四则彻底得罪死。但他找上令四则也不是无的放矢。上辈子刚刚接手公司的我，城府还不够深，令四则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给我下套，坑走我500万。我是个记仇的人，和令四则一样，睚眦必报。这个账我记在心里，此后10年都在想方设法坑回来，可惜一直都没做到。令四则的警惕心太强了，两人斗了多年，后来令四则骂他是疯狗，招惹了一下，追着他咬了10年还不行。重生以后，这么好能坑到他的机会就摆在面前，我实在是心痒难耐，无法视而不见。这个阶段的令四则还没有那么老谋深算，越往后越难搞，所以必须果断抓住这个机会，哪怕会和他交恶，被他报复，我也不怕，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敌人。500万到手，我就可以开启下一个计划，投资新的产业。同样重生的江明月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重生之前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重生之后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除了脑海中多了许多年的工作经验，还有整个人都年轻了一些，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他1没钱，2没人脉，3也没有提前背过彩票号码，只能老老实实打工。事实证明，厉害的人不需要重生，不管怎样，在这个世界都拥有绝对主导权，而普通人重生之后，生活也不会发生质的飞跃。江明月依然选择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的走下去。他不是喜欢折腾的性格，也不觉得拥有先知权的自己会变得多么厉害。他对自己的定位一直都是漂亮的普通人，在颜值为王的时代，江明月从来没有想过利用自己的外貌去做什么，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他都不觉得长得好看就必须得到什么，因为他物欲极低，对吃穿用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正因为无所求，所以对钱也没有特别的渴望，只要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就可以。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未来大概率还是会从事曾经的行业，成为一名游戏开发师。只不过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我，会比别人更加得心应手，工作起来更轻松。其他的暂时还没有去想。江明月习惯了清心寡欲，可往往物欲极低的人对感情需求其实极高。寝室里，4个女生决定在考完试以后好好的玩玩，再各回个家。咱们明天去哪里玩呀？逛街、吃饭、KTV 或者酒吧。可以哎，去哪里逛街？要不去江水街吧，那里小吃很多。我都 OK 啊。明月和曼曼想去哪里？我都可以的。此时的薛曼没有说话，他在发呆，眼神都是空的。曼曼，你呢？啊，什么？曼曼，你怎么回事？魂不守舍的，怎么了？最近考试压力太大了吗？不是，和学习没有关系。哦，那就是和感情有关系了。怎么回事？和我们说说呗。薛曼将自己的苦恼说了出来，简单概括就是同时被2个男生追求，不知道该选谁。那天在江明月的鼓舞下，赵震跟薛曼表白了，结果过了2天，李乾也跟他表白了。薛曼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和2个人说自己需要考虑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李乾和赵震都总是来找他，2个人都向他献殷勤，搞得薛曼心里左右摇摆不定。那你更喜欢谁啊？你喜欢谁就去选谁呗。假如我说我2个都喜欢，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渣？可是你只能选一个啊。谁说只能选一个的？要不你问问他俩能不能和平共处，他俩要是都同意，全都收入麾下。哈哈，听起来好像有点违背传统观念是吧？但只要大家都不介意，你情我愿也没什么吧。何姐的发言震耳欲聋，就是多少有点不靠谱。感情原本就是2个人的事情，怎么可能3人一起呢？更何况这其中一个人是李乾，超级大渣男，更不能让薛曼选他了。曼曼，你还是选赵震吧，至少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互相了解彼此的家庭。那个李乾，你才和他认识多久？对他的家庭又了解多少？人都是会伪装的，万一这短短几个月的好都是他伪装给你看的呢？他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李乾表现的一切都是假的。他甚至会分析目标的性格特点、喜好习惯，针对不同性格的人做出相应的攻略。他会刻意伪装自己，迎合对方，一旦对方上钩，就是他展露本性的时刻。我也觉得赵震还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眼就不是很喜欢李乾。当然了，曼曼，感情是你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说，最后做判断的还是你自己。嗨，如果你感到为难，那就随便选一个，发现对方不好，那就随时换了他。总之，可以为难别人，但不要为难自己。青梅竹马就是你最好的选择。赵震真的挺喜欢你的，李乾可能是装的，但赵震一定是真的。明月，赵震是不是给你什么好处了？我怎么感觉从一开始你就在极力帮他说话啊？我之前梦到过曼曼，梦里他选择和李乾在一起，但是李乾出轨了，然后曼曼哭得很伤心，泪水将宿舍给淹了，我们都被曼曼的泪水淹死了。真的假的啊？我的泪水竟然把你们都淹死了，真是太抱歉了。所以你不能选李乾，他会让你伤心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极力推荐赵震的原因。那为了避免我们被你泪水
水淹死的命运，还是选赵震吧。徐清河知道江明月说的是假话，但是看清楚了他的立场，也开口帮腔。看来那李乾不是什么好人，曼曼还是赶紧把他踹一边吧。几人你一言我一语，直接将薛曼的心思拉偏到赵震那里。其实原本我心里有一点偏向李乾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李乾好像更懂我一点，但是又怕伤害到赵震，所以一直拖着，犹豫不决。被几个舍友轮番劝说，我又改变了主意。我的确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总是摇摆不定，很难自己做出抉择。这一回，在外界的干扰下，薛曼下定决心。那我和李乾说清楚吧，我决定接受赵震的追求。哎呦，还好还好。做好决定的薛曼心里也轻松了很多。一直在两个人中间左右摇摆，我心里也有负罪感，总觉得自己有点渣，实在没有办法去心安理得的享受两个人对我的好。薛曼给赵震发去消息，告诉他自己同意他的追求了，又给李乾发去消息，委婉拒绝了他的请求。赵震收到消息，兴奋的大笑，舍友都骂他傻叉。李乾收到消息，十分意外，表情阴沉下去。猎物想跑，我怎么能允许？看来我只能开启 B 计划了。薛曼，这可是你逼我的。漆黑的夜色里，李乾像一条阴冷的蛇，沉沉地注视着薛曼的头像。第二天，4个女生吃完饭，徐清河带着3个舍友去了他常去的一家店，名叫 Gentle Breeze Bar， 灯光温柔，氛围浪漫，没有3个人想象中的喧嚣嘈杂。何姐，我以为你会带我们去那种就是一群男女跳来扭去的那种。那是迪厅，你要想去，我也可以带你去。还是算了，这个就挺好。你们坐一下，我去一趟卫生间。哟，哪里来的美女，陪哥哥喝一个？怎么在这种清吧里也能遇到这种人？此时一只手将男人推到一边。小姐，你没事吧？谢谢。举手即劳。令四则没有多说什么，转身走了。这就是江明月啊，真人比照片好看，确实有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不过看上去怎么有点眼熟。算了，陷阱再一点点铺设，并不急于一时。我喜欢看猎物一步步掉进去，苦苦挣扎。今晚真是一个完美的开场呢。放假时间，女生宿舍最晚可以住到1月10号，预计2月底开学。这一个月，陈星约了江明月出去玩。走吧，去机场。飞机头等舱，江明月坐在他旁边，后知后觉的小声问道：我们去哪呀？都上飞机了才问这个问题，不怕我把你卖了？你才不舍得呢。你说什么？我说你才不会舍得卖了我呢。呵呵。你这么有自信呢？哎呀，所以到底去哪儿啊？去看雪。哪里有雪？东北。那里下雪了吗？马上就下了。啧，你是天气预报吗？我说下就会下。万一不下呢？江明月，要不要打个赌？赌什么？江明月看了看晴朗的天空，又拿出手机查了哈市的天气预报，上面显示未来1周天气晴朗。我才不相信会下雪。你要是输了，就叫我一声老公。那我赢了呢？赢了我叫你老婆。不公平，好像都是你占便宜啊。那你想要什么？我想什么？我想转正啊，就是那个地下情人，什么时候可以转正啊？哦，江明月，原来你是想做我正牌女友啊。好，我同意了。你要是赢了，我就让你转正。他那双眼睛明显亮了几分，看得我心跳都莫名漏了一拍。这么高兴吗？因为我吗？飞机落地，某5星酒店，陈星开了一间商务套房，60平左右。其实没有必要这个房间，一个房间就够了。那么大一张床，够2个人睡的，不是吗？一个房间太小了，还是2个吧？难道他不会要？有点突然，我能拒绝吗？他会生气吗？会不会很疼？真的要吗？逗你玩的，害怕什么？这一世我不会逼迫他的，我只会等他心甘情愿。隔日清晨，江明月醒来走出房间，陈星已经穿好衣服坐在飘窗边。他一走近，发现他正兴致勃勃地望着窗外，带他望过去。江明月，下雪了，真的下雪了。江明月，你输了，你是不是该叫我什么？没想到我输得如此之快，这才第2天啊，怎么就下雪了呢？不对啊，昨天看的天气预报不是这样的，该死的天气预报一点都不准。江明月，你突然哑了，又没说什么时候叫，能不能让我准备一下？这有什么好准备的？又不是要让你和我睡觉。就是没叫过，叫不出口。行，那给你一点做心理建设的时间，记得别让我等太久了。陈星觉得自己把1辈子，不是2辈子的耐心和宽容都给了他。2人在外玩了1天的雪，在这冰雪世界，2人非但不冷，还逐渐升温。晚上11点左右，咚的一声，所有灯光忽然都灭掉。怎么回事？好像停电了。怎么忽然停电了？陈星拿起酒店自带的电话给前台打过去。先生，很抱歉，因为今夜风雪太大，附近电站出现故障，有几条线路烧断了，现在工作人员正在抢修中。什么时候来电？不好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工作人员正在紧急抢修中。好，知道了。陈星挂了电话，看着江明月，今晚应该来不了电了，睡觉吧。睡吧。江明月躺了几分钟，觉得有些口渴，也许是晚上的饭菜太咸，他一晚上总想喝水。房间拉着窗帘，没有光线，视线太暗，却不小心被地毯绊了一下，整个人直直往前扑倒。啊！他下意识的惊叫一声，水杯也不知道丢哪去了。倒霉。江明月，你怎么了？我不小心
心摔了一下。那我进去了。我扶你上床吧。怎么这么多水？你的床好像湿了。湿了。陈星往他的床单上摸了摸，然后在床的中间摸到了一个杯子。你床上怎么有个杯子啊？我刚刚接了杯水，摔了一跤，可能水杯直接飞到床上了吧。你怎么这么笨啊？居然能把水杯飞到床上！讨厌，别笑了，全都湿了，我怎么睡觉呀？你这里都湿了，没办法睡了。要不你去我那屋睡吧？那你呢？那床可以睡下2个人啊，要不要去？江明月沉默了3秒，轻咬唇瓣。那走吧。来到陈星的房间，江明月害羞的不知所措，摸着床的边沿，掀开被子躺下。床的另一半很快凹陷了一下，陈星也掀开被子睡在了另一侧。江明月，你就这么放心我？你又不是第一次躺在我旁边。什么不是第一次？我什么时候躺在你旁边了？上辈子你不是经常偷偷半夜爬我床吗？你都知道，那你为什么要装作不知道？你偷偷摸摸做这件事，就是不想让我知道吧？所以我就装作睡着。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开口斥责我，不推开我？我为什么要推开你？你不是我老公吗？你说什么？我说你不是我老公吗？所以你刚刚是在叫我老公？我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且我觉得你抱着我睡挺有安全感的，所以我就装作不知道。我小时候在孤儿院睡眠不好，总是惊醒，后来被领回去也常常感到不安。我想睡觉了。我想要一个晚安吻。不行，万一吻了你，你还想要更多呢。那如果我就是想要更多呢？江明月身体抖了一下，你转身过来。好，那什么，会不会很疼？江明月，那天晚上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没有。会疼啊？我会疼。江明月，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你的指甲在我背后抓了20几道印子，后来疼得我3天都不能平躺，只能侧身睡。你还在我肩膀上咬了3个牙印，左边2个，右边1个。很久以后还有淡淡的疤痕在。你还在我手臂上掐了好几片淤青出来，那淤青1个礼拜才散。别说了，1次不够，你缠着我要第2次、第3次、第4次、第5次啊！别说了，你为什么不拒绝我？江明月，你在我面前拖成那个样子，不停往我身上缠，你紧紧搂着我的脖子亲我，你用你那双楚楚可怜的眼睛看着我，求我帮你，你让我怎么拒绝？我他妈喜欢你，喜欢的想死，你让我怎么拒绝？你是忘了，最后全变成我一个人的错了是吧？陈星，对不起。江明月，我从来都只能从背后抱你，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转身，我等了2辈子。对不起。江明月，睡觉吧，再不睡，天要亮了。他抬起头，眼睛湿漉漉的，在他唇角亲了一下，低声道：晚安，老公。晚安，老婆。隔了一世，一切恍若刚刚走到正轨。寒天的冰终究会融化，冰冷的水也会有沸腾时刻。